医生，我儿子是胳膊、腿经常疼，而且越来越疼。我给他拍了片子，也看不出什么问题，他也没有感冒、发烧什么的，就是天天疼，特别疼。小朋友，来，我帮你听一下。去风湿免疫科吧。风湿吗？是风湿免疫系统的问题吗？去吧，会有新的发现的。去吧。哦，好，谢谢医生啊。妈妈带你去风湿免疫科。下一位。什么症状啊？医生啊，我这腰疼，疼了好几年了。都说是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可是我拍了片子了，这腰没问题啊。去风湿免疫科吧。啊？怎么又是风湿免疫科啊？去吧，会有新发现的。我。排队1小时，看病1分钟。风湿免疫科哪儿有？往前走，经过引导台左拐，看到扶梯上2楼，然后直行。第一个路口右转50米左右有个卫生间，卫生间的右手边就是。啊，好，谢谢啊。风湿免疫科这哪儿有啊？下一位。云哥，以你的看诊速度，早就看完了。你要不要去后面补个觉？风雨雷电日，急诊忙翻天呀！想补觉，做梦吧你！喂。小雨，什么情况？心脏中刀，需要抢救。已经通知手术室备血，旁边 B 超了。来，快走，快去电梯！小雨，你今天不是出假了？我和上铺见一位大哥，骂人遛狗不拴绳，骂急了对方拔刀就捅，快！患者心跳缓慢，心音遥远，意识已经丧失。小医人，来，加开。心报天色，患者情况紧急，快！下一趟电梯来不及了，现在马上要停。云哥，怎么办？起。收到。我是海城医院马上入职的医生，来不及了，请相信我。手套、铺带。跳了！喂！马上抢救！小张，跟我来。哎，衣服、裤子、鞋，干洗费500，白付就算了，微信还支付宝啊？
啊。喂，云哥，不是这人谁啊？怎么走了？这要是医务处问起来，咱怎么解释啊？没事儿，会见面的。做过73台微波手术，死亡率0，遗漏并发率也才12%。苦外出身，没结婚，没孩子，为什么转介入？创伤小，恢复快，没了。没了。按理说，你的履历这么漂亮，再加上你是老布在南大时候的学生。他又指定你为他做手术，我不应该拦着。但是，我已经请了国外的罗伯莱纳博士，他的名字你应该听说过吧？作为家属，我更希望由莱纳博士做这台手术，所以，抱歉。但作为院方，我非常欢迎您加入海城。介入手术创伤小，恢复周期快，正是我们想要着重培养和发展的科室。欢迎你加入海城。我看了老师的 CT、MRI 片子，对比前2周差别不大。所以。但我刚才看到他本人，皮肤蜡黄呈柠檬色，是很鲜明的黄疸症状。跟我对话期间，一直揉着小腹。再根据这几天的住院记录显示，呕吐和腹泻的次数频繁，病情应该比片子所呈现的要严重很多。所以我认为他可能已经不适合手术了。片子给国外的好几个专家都看过，都说可以手术。那如果片子影像本身就有问题，片子本身会有什么问题？我们可是海城最好的民营医院，那么就是人工操作不当。我们的放射科也是从全国各地挖来的精英。你说的总之，我决定了。老师知道换主刀吗？我会说服他。他就是布尔天点名要的主刀啊。5年前，老布在南大授课的时候，他来培训。老布每次回来提起这个学生就赞不绝口。我说他这么好，为什么不挖来海城呢？他说不想耽误人家。结果到底还是来了。医术还行，急救时候挺冷静的。但是胆子太大，容易出格，而且还不擅长跟同行沟通，是个问题医生。比你还有问题。哎，我可是很擅长跟同行沟通的。你帮我看着他，不要让他介入老布的手术。万一闹什么幺蛾子，也第一时间来告诉我。明天早上莱纳博士4点的飞机，你去接机。又让我盯人，又让我接机，真把我当杂役使啊！你如果肯上手术台，我立刻把你2根大绳供起来。我还是去接机了。
最终还是让莱纳博士做手术吗？我听说院长想用另一名医生。一个是世界顶级名医，一个是初出茅庐的新人。你是院长夫人，你选谁？也是。不到15公分的切口，漂亮啊！那这么小的切口，后期吻合能够吗？你以为人家都是你啊？你来做什么？我说过，这个手术不需要你。糟了，怎么了？肿瘤扩散了，侵犯了周边的组织。怎么会这样？我说过，术前影像有问题。虽然肿瘤已经侵犯了周边的组织，但是以莱纳博士的技术水平，应该可以拿下这台手术。Surgical dissection can cause heavy bleeding and lead to patient's death. Doctor, what can we do? You shut up and be quiet. 莱纳博士犹犹豫豫的，再这样下去，院长他会不会？不会，还有机会，肯定还有机会。他不能死，我还没找到答案。机会1%。I declare termination of surgery. Close the abdomen and send patient back to work. Doctor， 这。 Mr. Rubber. I'm sorry. The preoperative radiologic examination provided was in favor of surgery, showing no adhesion between tumor and surrounding tissue. But it's totally different. And the tumor grows too fast, you know. What shall we do now? What else can we do? Sorry. Doctor! 手术继续，转介入，立刻备弹。你确定吗？先用介入栓塞堵住血管，然后再进行微破手术。这种时候已经不适合微破手术了。你确定还有机会吗？1%，但起码不是0。好，继续手术。郑医生，拜托了。
这本就是我的手术。你们都出去吧。血管堵住了，继续肿瘤组织粘连剥离。先歇会儿吧。保护血管，这个位置有条隐形的肿瘤口上血管，小心一点。切除胰头和12指肠。组织姐，郑医生，手术还需要持续多久？2个小时左右。继续备药。好。这算是成了吧？成了吗？成了，虽然后续很复杂，但已经问题不大了。真的？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官复。手术结束。12指肠并发症极多，需送入 ICU， 确保深层灌注。收到，辛苦了，郑医生。我叫谢依人，以后多多关照。郑医生好，我叫武英英。我叫贺贤。莱纳博士都做不了的手术，他居然做成了。
这个人是谁啊？他叫郑人，介入科新来的主任。这么年轻就是主任了，那跟我们云哥一样聪明。郑人，我向你道歉，谢谢你。我说过，错误的影像设备误导着医生的判断，盲目轻易的手术只会造成患者的死亡。这次能救回来是侥幸，那么下一次又会轮到谁？你真的不知道输检影像有问题？我知道，那是以前的片子。那你为什么这么做？就是因为侥幸，希望能够手术，希望手术能够成功。正是因为怀着这样的侥幸，才有了这次的奇迹。如果是精准的片子，莱纳博士不会来的，你也不会来的。你们会让我放弃，去想别的办法，那些更遭罪的、更煎熬的办法。明知道没有机会，却还要去博取机会。这就是患者家属存在的意义，不是吗？但你不仅仅是患者的家属，你还是医院的董事，对医生隐瞒病情是不负责任。而身为医生，劝家属放弃，选择更遭罪的治疗方案也是不负责任。你不是问我为什么转介入吗？寻求更人文的治疗方案，就是我转介入的原因。星光的温存，听见雨滴脉搏轻声的吻。哎呦，霞姐，好不容易补个觉，能不能晚点收垃圾啊？不好意思啊，云哥，吵着你了。哎呀，我这不是一会儿要去拿那个复查报告吗？想着赶紧把手里的活给做完了。复查？啊。哎，对了，上次复查怎么样啊？上次挺好的，
希望这次也没事儿，要不都对不起人家常医生的一番苦心呢。走了啊。拜拜啊，小姐。拜拜。正巧吧，邻居啊。你还喜欢养花呢？养的还挺不错的。谁稀罕呀？哎，对了，正好碰上了啊，把上次欠我那洗衣服钱还了吧？哎，500块呢，500。赶紧去那边拿药。堂堂介绍科大主任，连500块都还不起啊？有病？什么？你有病，治好病再跟我说话。你居然敢嘲笑我有病！看吧，这就是嘲笑我有病的代价。边儿去！看来他也嫌弃你。哎，就是你，就是你，苏云，哎，苏云，哼，我可找到你了，我要投诉你。云哥，他一大早就跑来急诊找你，还不挂号？挂什么挂呀？啊，就是你们两个，把我忽悠到了什么风湿免疫科，我花了几千块钱呀做检查，什么都没查出来。哎，大妈，咱们有话好好说。什么眼神？你叫谁大妈呢？你们院长呢？我要投诉！大姐，大姐，哎，小姐姐，那个查不出病因是常有的事儿。啊呸！我儿子都上网查过了，腰间盘突出得看骨科。你让我上风湿免疫门诊，我能查出个什么？腰疼不疼？我这腰啊，这几年是越来越疼。疼痛有规律吗？啥叫规律啊？就是活动后越来越重，干活后疼痛会很剧烈。哎，是啊，我就拎几斤的菜，我到了家呢，我就感觉我这个屁股疼，典型的呀，腰间盘突出的症状呀。的确是。你看是吧？嘿，这俩医生什么玩意儿啊？让我去看什么风湿？胸疼不疼？干嘛？耍流氓啊你！我怀疑你得了 CEPO 综合症，是以滑膜炎、痤疮、脓包疮、骨肥厚骨髓炎为病症的综合体。一部分患者合并带状疱疹，就会出现胸部疼痛的症状。建议你去风湿免疫科拍个 PET CT 或者全身骨断层扫描，就可以确认。哼，你们不会是想联合起来再坑我花钱吧？你可以去别的医院的风湿免疫科，让他们按照这个查。行，如果不是，哼，你们都给我等着，尤其是你，还有你。郑哥，他真有 CEPO 综合症，你咋看出来的？脸部有痤疮，他的痤疮和寻常型不一样，也叫反常性痤疮、聚合性痤疮。50岁左右突然长青春痘，就要小心是不是这个病。云哥，所以你一早就发现了，才让他去的风湿免疫科。郑主任，那个把自家的患者往别家医院推，这个不太合适吧？身为医生，对患者的病情不坦言相告，明知病因却含糊其辞，继续诱导他花大量的钱在繁琐的筛查上。正是因为海城有你这样的医生，才需要别家医院来整顿这病。大量繁琐的筛查，
那如果没有这些大量繁琐的筛查，你怎么能100%断定他就是 C 波综合症？患者投诉怎么办？所以你一开始就要明确的告诉他，为什么要去丰盛免疫科，为什么要做那些检查。那您觉得您刚才洋洋洒洒乌拉哇啦你一大堆，患者能听明白吗？身为患者可以不明白，但作为医生，必须解释。等等，你是在教我做事了？当然。出事了，出事了，快点，快！哎，莹莹，发生什么事了？霞姐要跳楼。上楼？冷静，霞姐，冷静，冷静！别过来，你们别过来！我们不过来，你冷静一下。这是咱们医院的保洁吗？是，她叫云霞。为什么要跳楼？她去年在咱们医院确诊了肝癌，好不容易做了手术，前天复查又复发了，本来就欠了很多外债，再加上这次的手术费，她就更无力承担了。她没有医保吗？医保能报销大半部分，但剩下的部分她还是承担不起。别去刺激他！不是刺激。别过来！你别过来！你别过来！霞姐，别过来！霞姐，霞姐，不要！霞姐。我看了你的病历，癌症的确复发了，但还能手术。癌症晚期，还能手术？肝癌介入栓塞术，你知道肝癌介入栓塞术吗？根据你的病情，有一种比化疗和吃靶向药更有效的办法。你相信我，你的病能治。我真的想好好的活，我真的也努力的活，可是这为什么呀？老天爷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霞姐，你相信我，你的病能治。不治，不治了，我不治。为什么那么多人努力的想要活下去，没有选择？为什么你有选择却要放弃呢？我也没有选择，我从来都没有选择。你这病能治，能治。还能治，能治，真的能治。常医生，海城医院最初创办的理念是成为中国的蛮欧。老布跟你说的。但蛮欧并不是因为赚钱而创办。在成为最赚钱的医院之前，它首先是个最能治病救人的医院。老师这一辈子赚了很多的钱，那又如何？这些钱没能让他更幸福，这些钱也没能让他更长寿。怎么没更长寿？没有钱，他能做这个手术，能活下去？让他活下来的是越来越先进发达的医术，并不是钱。老师已经认知到了这一点，
他认为自己的前半生过得毫无意义。那么你呢？你现在接手了海城医院，你也想让自己的后半生这么没有意义是吗？医院是为了治病救人而存在的。你说完了吗？我说完了。哎，下班了还不走啊？是。听说你帮云霞交住院押金，还是借钱交的？你知道后续这个病还需要很多钱吗？我查了一下，海市目前还没有肝癌介入栓塞术。作为新项目，可以向市里申请报销，最高金额可达1半。那另一半呢？你继续出啊？你到底想说什么？我就是挺好奇你的想法的，所以想采访你一下。第一，肝癌晚期，就算是介入栓塞，也不一定能治好。第二，就算手术成功了，后续还要做好几次手术，那后续的开销每次都要1万左右，你能贴补几次啊？第三，就算全部没有问题，他也活不了几年，他的生存价值值这么多吗？生存价值？无父无母，无儿无女，老公也跑，他学历又不高，即使这样，你也要救啊？我不知道原来生存还需要价值。生存不考虑价值，但是有价值的人总可以生存得久一点。那么，一个因为医疗事故而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医生，一个无法再做手术的医生，一个失去价值的医生就该死吗？谢谢你来劝我。不过人各有志，我有我的职业操守。我去趟放射科。这个点去放射科？不行，为什么？因为64排 CT 不是急诊项目，不值班。你把钥匙给我，我可以自己操作机器。郑医生啊，你刚来医院，可能对医院的规章制度不太了解。首先啊，放射科跟介入之前虽然是合并的，但那是部院长的关系。现在你们已经分出去成立独立的科室了。所以按照原则，放射科的机器只能放射科的人操作，其他科室是可以借用，但那得打报告申请啊。然后按照放射科的规定，我已经下班了。我的患者明早需要手术，今晚我必须做这个3维重建。你什么意思啊？哎呦，罗主任怎么了？罗主任，来，小姐先坐啊。罗主任，又年轻了啊。好久不见啊，小苏。是啊，急诊科24小时随时待命，哪像您啊，到点就下班，还有体检费，生活太滋润了。
但是今天有人不让我下班了。小姐啊，什么时候开始？你先别说话行吗？罗姐姐，没办法，肝癌介入栓塞术海市第一例，这要做成了，咱们院可就牛了。您别跟新来的一般见识啊！来，辛苦。不是，你知道我们部……哎呦，姐，您知道的，介入科医生很苦的。那当年我在介入科实习那会儿，有一个手术，患者的肿瘤供氧血管有一根是从膈动脉分支下来的。当时我跟老师披着几十斤的铅衣，足足在手术室里面站了4个小时才找着。您说当时要能先3维重建找着了，得省多少事儿啊？啊9点我必须回家。我亲自开车送您回去。现在可以开始了吗？我点了外卖，咱们先吃了再考虑。行，那我先给家里打个电话。好，那就辛苦了啊！我又帮了你一次500。哼，这是什么意思呀？放射科不以患者生死为重，不按医院规章制度行事，讲人情走后门，而你不以为耻，还挺骄傲。这就是现在的海城医院，烂透了。让开。又吃包子了。64排 CT 3维重建，我得好好学习学习。不是你也不上班，你不去相亲跑这儿来干嘛来？哎呦，云哥，咱也得有亲可香啊！姑娘们一听我是住院总，早就给我发好人卡。我还是多学学，早日当上主任。好好做梦呢，啊！罗姐，郑哥操作的还行吗？现在技术水平发展真快呀，术者都能自己重建。这再过2年，我们辅助科室的人都该下岗了。不是云哥，郑哥这干啥呢？寻找肝脏边缘异常的信号阴影，看看是不是肿瘤的供氧动脉。这么麻烦，那这要每个病人来这么一趟，那得费多少功夫啊？磨刀不误砍柴工嘛。这里，什么？新增生的动脉。完成。血管出自肝动脉支，具体到手术时验证。哎，那彩色图纸得明天才能做出来。那我明天来取。不，我明天亲自给你送过去啊。哎，那个郑医生，我还有点事儿问问你啊。哎，罗主任，我开车送您啊。不用，你先回去吧。您别摔着。云哥，原来你也有不好使的一天。这是何方神圣？
500，睡了吗？500，这么简单啊？哼，便签条贴的跟 Excel 似的。哪儿买的模型啊？做的还挺精致。仙人掌不让碰，偏碰就碰。干什么呢？我没干什么。给个合理的解释。啊，我把彩色图纸提前给你做出来了。本来想跟你探讨一下明天的手术。哎呀，我也很关心霞姐的嘛，我看门没锁就进来了。手上拿什么呢？大哥，你屋里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拿什么？拿便签条啊？哎，我被扎了一下，我手欠碰了。你报不报警？不报警我走了啊！走。你刚才说探讨云霞的手术，你有什么见解？见解？见解倒是没有，倒是有一个可练习的地方，想去看看吗？进来。这什么地方？你带我来干嘛？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你平时在这儿练习啊？你看这么多灰，像经常练习的样子吗？这以前是我的秘密基地，现在便宜你了。带上。虽然系统已经过时了，但勉强还能用。第3代虚拟手术系统为您服务。听说你从来都不做手术啊？既然不做手术，要这玩意儿干什么？所以电梯那天你为什么不动刀？我吃饱了撑的，买着积灰不行啊！快带上吧，不然天亮了。肝癌介入栓塞术，对吧？我也就帮你到这儿了啊。来吧。肝癌介入栓塞术，准备就绪。
小妹，这首歌叫《光环》，你听听，歌词写得多好啊！时光如幻，可长路漫漫。当倔强是信仰，便不负勇往。所以说，夏妹，没有啥过不去的坎儿啊！谢谢你啊，何哥。哎，不谢啊！真是啊，麻烦你了。把噪音关了。手术开始。魏道馆，造影机。点油。你们都出去吧。怎么回事？怎么了？栓塞不是已经成功了吗？只能说成功了一半。肿瘤瘤体的下半截确实已经消失，但上半截还在。这里，肿瘤瘤体的下半截供氧血管已经成功栓塞，可是问题是，它的上半截依然还会有来自于肝脏以外的血液供给。也就是说，证人昨晚的功课没有做全。不，也不能这么说，毕竟全身的血管都有可能给肿瘤供养血液，这是肿瘤组织的特性。介入栓塞术难就难在一定要找到那条供养血管。打开扩音器。证人，你停一下。如果没有完全的把握，就可以终止手术了。虽然这台手术不是完全成功，但它依然是一台成功的减瘤手术。你已经为患者延长了3到6个月的生存期。我术前考虑过这种情况，所以就想着试着找到上半部肿瘤的供氧血管。太难了，放弃吧。还不到放弃的时候。证人，你这样吃辐射是受不了的。他这是要干什么呢？他在重新抽血。哟，都在呢。早上好，各位。这500不行啊，我这一觉睡醒了还没做完呢。岳飞，多长时间了？2小时。证人，结束手术，手术时间太长了，我再试试。肝动脉、肠系膜上动脉都已经超选了，你下一个选什么？脊髓供氧血管。强行栓塞脊髓供氧血管，术后很可能会出现异位栓塞，会导致患者瘫痪的。
程医生，结束吧。生死有命，我命不好，我知道，我不值得你救，不值得。安静。我接下来要超选脊髓供氧血管，如果失败，可能会导致瘫痪。但如果不继续超选，你只能活3到6个月。你说你不值得，但对于医生来说，有件事比什么都重要。值得我忍受繁琐学业，忍受枯燥练习，忍受辐射，忍受一切去换取，那就是生命。生命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夏姐，现在我准备超选脊髓供氧血管，你同意吗？你都不怕辐射，我还怕什么瘫痪？我同意。脊髓供氧血管，每个人从结构上说差异非常大。如果由我来主刀这台手术，我是绝对不会去选择脊髓供氧动脉的。毕竟还年轻，做事情还是有点激进了。不，是因为手术时间过于长了，身体吃不消，他的技术动作会产生变形。不是脊髓供氧血管，还好不是这根血管。要是这根血管的话，手术可能就没法继续了。证人，已经很久了，你还要试几次？不多了，能想到的超选动脉只剩下胃走动脉、主动脉这些，很快就结束了。你最多再超选3次，因为手术时间太长了，你们吃辐射的时间也太长了，造氧剂剂量过多，就算你受得了，霞姐也受不了啊。我没事。好，就3次。胃锁动脉没有发现，第一肋间动脉也没有发现。他只有最后一次机会了。证人，已经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准备超选哪一支？膈动脉，膈动脉，几率太小了。证人，你要考虑清楚，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最后一次超选开始。
都说您肝癌介入栓塞术做得好，李主任推荐我来找您。来做一手术可以吗？可以可以。去缴费吧。哎，谢谢啊，谢谢郑医生啊。郑医生，你忙着呢。哎呀，这号都挂爆了，外面老多人了。说重点。哦，我呢是为了云霞的事来的。您这次给她做的手术非常成功，然后呢，说重点。您知道，有个做医疗器械的长丰公司一直在找咱们。他们现在在推广自己的介入手术耗材，所以呢？所以啊，他们对这个肝癌介入栓塞术啊非常感兴趣，想找您聊一聊。这可是国内首屈一指的耗材公司啊，想在咱们海市拓展业务。人呢，想托我来问一下，您以后再做肝癌介入栓塞术的时候，能不能优先考虑长丰的耗材啊？你先忙着哈。哎，云哥，跟郑医生闲聊，说他的手保养慢呀，疼，还知道疼啊？知道。再让我知道你给医药厂商搞推销，我让你这辈子麻醉不了，你信吗？我信，松开，不是我错了，行吗，云哥？哎呦，你这不至于吧，云哥？这个老贺，技术不错，心歪。你想也别想啊，明白吗？你来做什么？连体婴分离术，感兴趣吗？怎么样？为什么给我看这个？还有呢，来，你再看看这个。在咱们医院，我还说3点啊。第一，花姐希望海城能拿下这个手术。第二，这个手术很难，除了儿心外和普外，还牵扯到循环、内脏、血管、神经等方面的治疗。第三呢，手术的手术费用很惊人，看看郑主任您愿不愿意再无偿支援一下？我愿意。分离肝脏我可以。那你得帮我一忙。什么忙？帮我说服花姐。你不是说他希望拿下这个手术吗？所以找你帮忙啊。苏院长，我想做连体婴分离术。花姐。你不是希望海城能拿下这个手术，好扬名立万吗？那还不赶紧凑人建立团队啊！我已经放弃了。为什么？前期投资太大，回收利润太低。我请教过潘姥姥，这种难度的手术，光手术虚拟导航设备就需要7位数，买来了可能只用这么1次，还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在术前模拟上。一个团队大概要小20个人吧。有这功夫，我们做肝癌介入栓塞术不好吗？目前我已经接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几10位肝癌晚期患者的申请。郑人，你觉得你一天能做几台？要不要专门给你开一个手术室？苏院长，你有没有想过肝癌晚期患者为什么会来我们医院？因为我们的肝癌介入栓塞术做得好，大家慕名而来呀。那你觉得一个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没有做过几台的连体婴手术，如果我们做成了，会对我们医院带来多大的效益和殊荣？我希望你能同意。哎，来，那个坐下来说，来，坐。花姐，你先看看这个。这对夫妇原来有个女儿叫茵茵，
去年为了救一个溺水的男孩，结果不幸身亡。正绝望的时候，陈女士发现自己意外怀孕，他们觉得是茵茵投胎回来了，所以虽然知道自己是个高龄产妇，还是坚持留下了这胎孩子。我知道这台手术投资高、风险大、成功率低，但是花姐，民营医院也是医院，而医院跟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生命不是商品。我想配合二位，做好这台手术。好吧。你同意了？我可以留下这对连体婴，就当花钱买药。我也希望我接手的海城能更上一层楼。我是为了治病。我要业绩，你要人命，各取所需。既然你从中掺和，就要负责到底。什么意思啊？起码要建个团队来做这个手术吧。那么，你们必须在这件事上支持我。这什么啊？明星医生团队？嗯哼。花儿姐，你可想好了啊？就算我们同意，那林夫人他们能同意吗？郑源，听说你要组建团队了。真好。每次看到你啊，都让我想起一个人。他跟你一样，也是不善于社交，但他有个好老师，有个好朋友，他们可以帮他。郑源，你也需要帮手。那你的那位朋友现在过得如何？我说错了，他没什么好朋友，也没有好老师。我们都不配。我累了，你先去忙吧。老师，你好好休息。那你的那位朋友现在过得如何？他没什么好朋友，也没有好老师，我们都不配。
们好。Hello， 你们好。进。小苏啊，潘老，您怎么提前回来了？您可得常回来看看。你们搞得很好，我不能老来捣乱。海城需要您，永远都需要。你们现在，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潘老，潘石海教授啊，是我们海城的第一任院长，也是海城的创办者。潘老，这是我们介入科新来的主任，叫郑仁。哦，脑部的手术就是他做的，普外出身，后转的介入，尤其是肝癌介入栓塞术，做得非常好。好啊，来了多长时间了？对我们海城印象如何呀？挺好的。啊，哈哈，一定是发现了很多不足，对吧？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年轻人，其他医院无法和海城相比，那就是机会。我们尽一切可能为年轻人提供机会，让他们实现自己的抱负，一展所长。潘老是个特别愿意提携后辈的长者，桃李满天下。我个人不算什么，这是我们海城的光荣传统。相信我，年轻人，好好干。前途无量啊！潘老，哎，要我说，这位才是海城真正的明星医生啊！是啊，骨科大拿，当年就是有他老人家坐镇，无数患者慕名而来，海城才一下发展起来的。他年轻的时候可是拼命三郎，天天手术，从不休息。后来累出了一身病，做不了手术，就专心做院长了。是啊，没问题，送到急诊科吧。好的。年轻的时候可是拼命三郎，天天手术，从不休息。怎么又是你啊？别再来了，行吗？我什么都不知道，别再来了。多少年了，早都离职。我就问你一个问题：李爱芳手术的时候，潘石海在不在？你到底是谁？我是小陈，陈彪的儿子。请进。苏院长，可以问你个问题吗？你说。
为什么来海城？机会。机会？给新人机会，让学生一展所长。这是潘老的名言，也是海城创办时的宗旨。好，我会给你机会，我也正在给你机会。郑然，不要辜负我的厚望，让海城的介入科成为华北第一吧。世界第一。妈妈，妈妈，妈妈你在哪儿？妈妈，你好，海城急救中心。什么情况？患者肚子疼，半夜吐了，晕倒在厕所里。他女儿很害怕，打的急救电话。小妹妹，别着急啊！啊，你不能进去，姐姐在这陪着你。我会的。郑哥来了，宋云呢？联系不上，打了800个电话没接。你看看这个，还有别的资料吗？他女儿带来了这些。副院，查出病因了吗？没有。那患者现在情况怎么样？输了液，吐是止住了，但是腹痛一直止不住。看着像全消化道纤维化。我看着也像，腹部疼痛，体型消瘦。但黏膜增殖会形成肉芽肿，目前还看不到这一点。哎，有没有过往的病例让我看一眼？林秀英，怎么了？啊，没什么，这个名字看着有点熟。小周，你先去给患者进行肿瘤标志物结合指标、自身免疫指标、胃肠镜等检验检查。患者在别家医院已经做过了，再走一次。好的。哦，我想起来了，她是彭家的夫人。谁？新陵园的 CEO 彭家，我在一次酒会上遇到过她。这可麻烦了。
检测报告出来了，全部阴性。猜都不用猜，我就知道是这个结果。要能查得出病因，不就早查出来了？他都去了多少家医院了？院长，哎，彭家的老婆送来我们医院了吗？对，已经讨论了一圈了，还是查不出病因。那就赶紧转送到上级医院吧，不要延误治疗。哦，开腹吧。开腹？我认为是复检症。复检症看上去不会是白花花的，未必，这种病很少见，病因不明，表现也不尽相同。那你是如何做出确定的？这里，根据患者2016年4月9日的病历，他曾去人民医院妇科做过检查，发现月经逆行导致妇科感染，而这片子里的卵巢和盆腔部分，仔细看是会发现异常的。所以我认为就是这种感染引发了原发性复检症，或者说特发性复检症。这个复检症难吗？这是罕见病中的罕见病，如果确诊的话，他得的应该是最严重的那一种。如果做手术，你有几成把握？这个手术我没做过，要开腹后才能知道。郑医生，你好。医生，我的病严重吗？经过检查，我们认为很可能是复检症，大概是由于输卵管感染和自身免疫反应引起的。能治吗？由于拖的时间比较长，普通的保守治疗已经没什么用，所以建议是手术治疗。但是，由于是罕见病，手术的把握不大。这几个月，我一直保守治疗，一方面我看病不能离家太远，照顾孩子不方便；另一方面，我以为这样慢慢治就能治好。医生，我就一个愿望，让我再坚持坚持，半年也行。我想看着我的女儿上小学，求你了，拜托了，拜托了。我尽力。我先打开看看，要是很麻烦的话，还要找妇科一起上台。已经通知妇科了，马上到。手术刀。这么大切口，你确定吗，证人？哇，这什么鬼啊？比想象的还要早啊！术区的肠道完全被包裹住了。普通的复检症啊，白色的结缔组织就像是一个鸡蛋壳，包裹着部分的肠道或是肠道的周围。可它这个不属于这两种情况，它这个太特殊了，都可以拿出来作为一个个案了。这个手术太难做了。
腹膜保护力量很大，难怪需要这么大的切口。云哥，麻烦了，嫩豆腐恐怕是要官府了。为什么要官府？嫩豆腐你见过吧？它现在这个肠道壁啊，就是一块嫩豆腐，一碰哗啦就破掉了，还没有办法缝合。因为我说的为什么，是指为什么会破。我讲啊，它是一块嫩豆腐啊。陈医生，怎么办？别着急，一点点来。结缔组织的内膜外侧，就顺着这个游离，别去碰肠道的外膜。游离结缔组织的内膜外侧，也就是和肠道粘连部分靠近结缔组织的一侧。啊，你不是在游离肠道，你在分解这层茧。没错，分离茧而不是游离肠道，这样就不会破。这是对付嫩豆腐最好的办法。这么做也太大胆了，还是年轻。郑医生，你估计还需要多久？4个小时左右，继续给药吧。好。我们这边做完后，要妇科上来清耳肠。妇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上台。陈医生，没事。郑医生，要不要休息一下？不用，肠道很快就溶解出来了。辛苦了，郑医生。可以让妇科上台了。好。哎，郑医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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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知道自己发烧吗？你可真行啊！怕患者死，你不怕自己死啊？放心吧，手术很成功。怎么了？梦见自己手术失败了？来，跟我说说，有什么心结？本人略懂心理，给你义诊一下。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跟你说，学医的生命是很短的，5年本科，3年硕士，4年博士，再读个博士后。就算本科出来开始工作，也要实习3年，从缝皮开始慢慢熬。
真正起步的时候都已经30好几了。随着时间的增长，身体就开始下降。医生的黄金时间也就短短10几年，我们的职业生涯就这么点儿。况且你还走介入，穿着几10斤的铅一尺辐射，你有想过未来吗？治更多的病，救更多的人，就是我的未来。就这啊？哎，你的人生规划里面就没有一个身为人的规划吗？我说的是人啊，人。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小周，天天想着相亲娶媳妇儿；老贺，赚钱养家；花儿姐，要事业有成，狠狠打前夫的脸。那么你呢？为什么不再做手术？你累不累呀？要不要去休息一会儿？我想陪着妈妈。饿不饿？阿姨给你们买点好吃的。护士，护士，把门打开，开门！爸爸，护士，护士，你让我进去！我要进去，护士。先生，您安静点，这里面有病人。喂，何先生，何先生，先生，先生，妈妈，何先生，你为什么不去医院？有病要立刻治。他为什么不去医院？他为什么不去医院？啊！不去医院！你跟我去！打电话叫保安。好，彭总，彭总，活该！活该！彭总，妈妈没有做是去看病了，但是还要照顾我，只能就地看病。找我呀？你怎么不找我呀？彭总，你为什么不找我？先生，你竟然会回家了，我找得到你吗？我给你打电话，你一直说你忙，你不是我的好爸爸了，你坏爸爸！哎，彭总，松手！我是好爸爸！放开孩子！你冷静点！冷静！先生，妈妈怎么了？让我吃吗？是不是？爸爸生病了，你看哥哥正在跟他检查身体呢。不哭不哭。妈妈。郑哥，这怎么办？先采个血，然后留院观察。那我们后续做什么检查？血常规、离子、血糖、肾功。好嘞。你说他女儿这么小，怎么会这样啊？会不会是平时有什么基础病导致的？等检查结果出来吧。看好他，有什么事随时叫我。这个是刀哎。怎么样？挺好。他怎么样？等检查结果呢。你跟哥哥玩会儿好不好？阿玉，你照顾一下。郑源，你跟我来一下。爸爸没事，再等检查结果。知道自己做错了吗？错？什么错？这次的手术本就成功率不高，你还隐瞒自己发烧的事情，强行手术。我不知道自己发烧。看别人的病一套一套的，轮到自己呢？海城的规章里有一句是这样写的：医生是为了救患者而存在的，而医院是为了救所有人而存在的。
科技的局限注定了很多病无法治愈，很多手术注定失败。医生们的尝试和努力，有时候反而会令患者死亡。你也看到了，大病面前，夫妻妇女都彼此指责，更何况是医生和患者。而且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如果出事，不是你一个人负全责就行的。那些陪同你一起做手术的医护人员们，都会受到牵连。肌酐1205，尿素氮22，符合急性肾功能衰竭的表现。没错，并且导致了中枢神经系统紊乱、狂躁不安和意识障碍。去做过穿刺活检吗？就你说呀，早就吩咐下去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导致的急性肾衰？为什么会有癫狂、暴躁等症状？错，现在的问题是他女儿怎么办？既然找到了病症，对症下药就是了。有因等彭家醒了以后再说。可这段时间他闺女怎么办？他们在海市没有别的家属，姥姥又在外地。急性肾衰发现的早是可逆的，经过一段时间的透析治疗就会好。500，你说的是病，我说的是人。去看看。孙院长，烧退了没有？能手术。OK。林副院，让郑医生来替你吧。胆总管取石手术，我做过上百例，这一台难不住我。取石前，林副院今天是怎么回事？胆囊结石手术不是3级手术吗？手术不分大小，任何手术都有风险。胆囊管和肝总管有时候会因为炎性渗出而改变形态结构，一旦肝总管切断，损伤不可逆。也就是说，这台手术很难吗？不过我会胆道镜。去刷手。林副院，张老爷子已经90多岁了，万一有个什么闪失，我们医院交代不了，对您的名誉也不好。副院，院长说的也有道理。老爷子年纪这么大了，最主要的是我们不会胆道镜啊。我可以。赵主任，去告诉患者家属，林副院身体不舒服，要换主刀。
潘老下午突发大呕血，拍了片子，是肝硬化导致的。我怕看错了，所以请你们过来。失血性休克乙肝后肝硬化时代长期。是的。还有顽固性腹水、胸水、电解质代谢紊乱。我看他之前做过皮切除和门隙静脉断流术。对，在救护车上采取的是保守治疗，3组静脉止血药物，再加上口服正肾冰盐水。3组止血药物，剂量了。他们也没敢再加，怕没效果不说，脑梗、心梗等并发症一旦出现，更加棘手。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只有2种治疗办法，一种是皮切除，潘老已经做过了。另一种呢 ？TIPS。TIPS 是一种介入手术。给证人打电话。来了，坐。先看看资料。患者潘石海，今早大呕血，乙肝后肝硬化时代长期，做过皮切除和门隙静脉断流术，建议使用 TIPS 手术。他的肝硬化是喝酒导致的。对。怎么样，证人？这个手术你能做吗？这个手术，你给我做助手。我？为什么？我知道你，你学习。什么？你不是一直在练习介入吗？谁说的？虚拟手术室里的电脑记录说的。怎么，只敢挑战电脑，不敢实战？有什么不敢的？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苏萨林嘎，任何手术看一遍就会晕。好，我们准备手术吧。嗯哼。哎，等一下。怎么了？你真的要上手术台？嗯。干嘛？怕我不行啊？我拿不了手术刀，我还拿不起卫道4啊。你也要转介入？我只是想做手术，你知道的，我一直很想做手术。好，那就放心大胆的去做，有证人在。花儿姐，怪不得林哥生你气呢。你知不知道这句话对于医生来说有多屈辱啊？他觉得屈辱是因为他并不在乎患者。当被证人救回来的患者换成潘老的时候，你还会觉得屈辱吗？你只会感激，幸好有他在。急诊 TIPS 手术，患者一旦呕血出现无息，就会直接要命。大家注意些。颈静脉穿刺置管，你可以吧？放心吧，我做过很多次了。他的肝硬化是喝酒导致的。对。过来，插在这。
我在教科书上看过这个手术，大家都认为肝静脉、门静脉穿刺很难完成。偏了一点。失败了，不过也很正常，这才第1针。协助我，避免误信。他脑还造物血啊！这种生物性质的刺激，人为无法避免，我们只能趁着患者呕吐的间隙，快速操作。就现在。 准备留着指甲，带毛还是不带毛？带毛。为什么？因为这样就可以避免短期栓堵。那对你的要求不就是更高了吗？呕吐物泄，快吸引气！先别吸，给我10秒钟。 血氧在降低，证人。要不先吸呕吐物吧？证人，他脑快不行了。 我就问一个问题：李爱芳手术的时候，潘世海到底在不在？他在。证人，快！证人，爸爸，你做医生的准则是什么？治病救人，永远第一。 位置到了，出狱。成了，快吸呕吐。手术完成，太漂亮了！能看到这么精彩的 TIPS 手术，简直太过瘾了。我们海城现在有1000
200张床位，我想请你们猜一猜，海城刚开始的时候有几张床位啊？200张。1张床位。不可能啊！我刚认识老布的时候，他给我看过医院的配置，就只有200张。他说的呀，是海城已经成立之后。我说的是最开始。1个帐篷，1个床位，3个医生。小布、陈妙和我，他们俩是我的学生。98年特大洪灾，我们3个在海城相遇，奔波在各个洪灾现场。帐篷就是医院，担架就是手术台。那个时候啊，我们就想创建一所医院，所以医院的标志啊，就是一顶帐篷。那这3道线，就代表你们3个人吗？不是，第1条线是医术。医术是医学之本呐，医术进步了，社会这个大机器才能更好的运转，推动人类的发展。第2道线是医德，医生无德的危害要大于疾病本身呐。就像刚刚，如果患者失去了生命，那不是他们疾病造成的，而是故意延迟不上手术台的医生啊。医术、医德，还有一个是什么？医患。医患，听听这个词，医在前，患在后。哼，不符合逻辑。先有患，才有医嘛。以我个人的观点呀，应该叫做患医。看不见患者的医生，不是一个真正的医生。医生不但会看病，还要会看人。只有看清了人，才有助于我们为他们更好的看病。可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了解患者。是，我们的职业生涯这么短，可我们接纳的患者却是无限的多，这就是真实情况，可不能成为我们安心逃避现实的理由啊！不去改变它，患医关系永远不会好啊！可个人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不错，要去改变，不能只靠个人，要靠制度。苏丽亚，你想改革，你想创造一个更好的海城，可是你考虑到这些了吗？你看，你照搬了曼欧的经营医院的赚钱模式，可是你却忽略了他管理医院的核心理念。这核心理念是什么呀？啊？患者至上啊！
者至上，团队联合。这3条线，我们3个人，3个不同的理念，团结协作，并肩前行。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海城医院已经成为历史了。现在海城医院交接到你们的手里，你们更要团结呀。只有团结，才是海城，才是未来呀。小莲，你是我看着来咱们海城的，那时候你多年轻，多帅气呀！现在也白发满头了。你做副院长是我推荐的，我今天不是要特意指责批评你。我只是想提醒你，这么多年，你是咱们海城医院患者满意度最高的医生啊！你看，你的很多患者都成了我们海城的 VIP 了。哼 ，VIP 是什么？是有钱人吗？不是。是指来我们海城看病的人，是指来我们海城找你林格医生看病的人呢。对不起，罗院长。我们不能忘了初心呢，小莲。今天你没手术，你回去休息休息，调整好了再回来。好了。大家都休息吧，啊！苏叶啊，你推我回病房吧。潘老，我们有件事要跟您说。说。啊。证人，你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们你跟陈妙的关系？你说什么？陈妙和他有什么关系？我是陈淼的儿子。你是？那天我到医院去安慰我爸，却看到了眼前的这一幕。这么多年来，我时常在想，如果那天我爸看到了我，是不是就改变主意了？我们去过你家，去了很多次。
但我们找不到人呢。我被爷爷奶奶带走了。我告诉自己，我要查出真相，替我父亲洗脱冤情。那时我已经考上了医学院。5年前我奶奶去世了，我觉得是时候查清这件事情了。你当时被调去了南大，我就去报名南大进修介入。难怪你外科做得好好的，非要跟我学介入，而且你还经常询问海城的事情。你口风很紧，从来都不提过去的事情。1年进修期满，我只能先回3月。直到今年，我患了一头癌，你主动提出来给我做手术，而且还想来海城发展。是，这一切都是我故意做的。所以，你来海城，就是为了查明当年的真相。是。我在档案室看了当天所有的手术记录，当时确实是大黄牙的母亲李爱芳先到了医院，我父亲已经给她做了紧急的处理，偏偏就在这时候，又来了个脊椎受伤的小女孩，我爸选择先救小女孩。我父亲没有做错，他没有错，却被外界认为只救富人，不管穷人死活。是，你父亲确实没有做错，但是遇到那么一个不依不饶的患者，问题在于，为什么没人给李爱芳做手术？为什么非要等到小女孩救完再救李爱芳？为什么？马上就好了。还有多少患者？大概40-50位。这么多。联系到潘乐、陈妙没有？陈主任正在往这边赶，看我没接电话。老布，现在情况怎么样？情况非常复杂，赶紧去帮忙吧。啊，好。16年前，高速连环车祸，海城因为距离最近，成为了第一救助点。我们当时只是个小医院，哪儿见过这么大的阵仗？全都弄得措手不及。医生，医生，医生！内部混车了，送3号手术室，让林医生上来。医生，快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慢一点，慢点，妈！这边请之前。小腿已经坏死了。叫手术室准备开位，我给他做手术。陈医生，快！陈医生，这儿有个小患者。医生，你不是说要给我妈先治病的吗？手术室那边正在准备啊。往里走！之前。不行了，准备接近。孩子。颈椎骨折，一旦骨折错位，轻则全身瘫痪，重则猝死。先安排他手术，赶紧走。好。医生，你不是说要给我妈做手术的吗？你母亲现在没有生命危险，这个孩子不救就要死了。孩子不行了，快送手术室啊！凭什么？我们先来的，为什么不给我们做？你知道我妈听我说，你妈妈现在没有生命危险，孩子不治，就是死了，知道吗？你父亲。最终坚持先给小女孩做了手术，再给李爱芳截肢。事后，大黄牙打听到小女孩家境富裕，就找来媒体说你父亲只救有钱人，不管穷人死活，害得他母亲终身残疾。那么你呢？你在哪里？你当时在海城医院里，对吧？
那天为什么没有你的手术记录？你不是手术狂魔吗？华北骨科第一大佬。我就直说了，你来了，李爱芳的手术是你给她做的，但是你失败了，你把罪名推给我父亲，是不是？不，没有这样的事，没有。他是海神的金字招牌，你们为了保全他，让我的父亲背锅。他是你的学生，他不敢违抗。家属指责的，舆论攻击的，你们栽赃的。他是因为承受不了压力，才选择轻生。现在，我要你亲口告诉我，那天你到底有没有进过李爱芳的手术室？他说你是他最敬爱的恩师，你是他最好的朋友。最敬爱的恩师和最好的朋友，最终逼死了他。不是这样的。潘老当时确实进了手术室，但是他没能做那台手术。为什么没做？因为我喝了酒。当天，战友们聚会。老总还没来。潘老，我来了。哎，潘老。虽然我接到医院的通知，赶回了医院，也进了手术室，可是当我站在手术台前，哎呦！我做不了手术了，我喝酒了啊，潘老，我的手抖得厉害，我眼前的患者全都模糊了，我知道我做不了手术。这是我终身悔恨的事情。如果我没有喝酒，李爱芳的手术应该由我来做。受到大黄牙刁难的人，应该是我；受到舆论谴责的人，也应该是我。是的，你说的没错。你父亲是为我背了锅。
当时的海城没有经验，遇到这种群体突发事件非常混乱，再加上大黄牙闹事，后来的手术多多少少都被耽误了。事后点名批评，又被媒体大肆报道，双重压力下，老布让你父亲提出主动离职，是想让他避避风头。潘老爷一直自责，觉得都是他的错，亲自上省里去向领导陈情。可是没想到，你父亲就……那也是老布这辈子最后悔的事。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几乎天天都做这个噩梦。你父亲是我一生都值得骄傲的学生，他非常有才华，非常有职业道德。他有2句口头禅：只要手术有1%的成功率，就要尽100%的努力完成它。还有一句是：治病救人。永远第一。我一直想对你父亲说一句：对不起。可是他永远的听不见了。你是他的儿子。今天我就对你说吧，对不起。陈淼的儿子，也成了医生。妙手仁心，好，好，我也算是了了这终身遗憾。老师，潘老，潘老，老师，潘老，老师，潘老。很难接受这样的真相，是不是？总觉得应该另有隐情，
应该有人为那起悲剧负责，应该让那个人反省后悔，说其实都是我的错。只有这样，才能让愤怒和仇恨有宣泄的目标，才能让自己重新振奋起来，是不是？我很理解你，因为老婆要跟我离婚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我曾经找人跟踪过他，想找到他出轨的证据，甚至卑鄙的希望真的有那么一个小三。因为我无法接受18年的婚姻以失败告终，就像你无法接受你的父亲被泼脏水、背负污名而死。我父亲没有做错，脊椎合腿当然是先就前者。我也没有做错，只是老婆不再爱我了。老婆他们当年真的不知道，原来你母亲也是在那天晚上。我父亲如果那天留在家，我母亲就不会死，她就不会跳楼。这也许就是命吧。一个医生，寒窗苦读8年，临床工作15年，下班后接到电话，第一时间赶往医院投入急救。他用自己的医术，拯救了一个脊椎受伤的小女孩，还保住了一个小腿重伤患者的命。他在给他们做手术的同时，他的妻子却在家发生了意外，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就这样还要被大家说没有医德？你跟我说，这是命？不然呢？这是误会，是误会就要澄清。怎么澄清？那个时候没有视频监控，光有文字的手术记录，给患者家属看了，但是人家不认，人家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他看到的是，明明是自己母亲到的早，医生却要先救后来的人。对于医生来说，很简单的道理，但对于患者而言，却无法理解。有些人看不见星空，只能看见近在咫尺的灰尘，可这些灰尘就足以让他们窒息了。证人，那是个16年前的误会，一个已经无法澄清的误会。就算潘老老不一起出来再提那件事，为你父亲洗脱冤屈，又有什么用呢？逝去的人已经走了，而作为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要向前看。潘老因为你父亲的事情大病一场，后来身体就垮了，只能从1线退到2线，连环车祸，30几个家庭，42名患者，都遭遇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而我们海城骨科专科医院也损失了2名顶级医生，还赔了一大笔钱，差点关门。证人，花姐说的对，悲剧已经发生，去澄清它的真相
要求一个所谓的公道，真的有意义吗？还是活下来的人继续往前看，不让那样的悲剧再次发生更有意义？云哥，郑哥好几天都没来上班了，干嘛去了？辞职了。辞职了？不是他那种工作狂，居然也辞职了？我也辞过呀。他跟你一样得了 PTSD 啊？谁跟你说的？我上学那会儿，听你传说长大了。然后我来到海城很震惊，你为什么从北大转到海城，从心外转到急诊？我就打听了一下。云哥，很多人都跟你说过那件事情不是你的错，但你没振作起来，可见你没听进去。你说什么废话？我就是想说，我挺幸运的，真的，来到急诊能遇见像你这么好的师傅带着我，我特别开心。
云哥，郑哥走了，你得振作起来，真的，云哥，加油！加油，云哥！这话大出去，下次一口气把它说完了。哎，离我远点，一股包走去。有什么本事，实习生？去后面找没人地儿，赶紧说完了。哎，你拿走。哎，对，拿走。爸，我辞职了。记得小时候，你带回来一只蛋，你和我说，这里面的小鸭子20多天没起嘴，要憋死了。我问你该怎么办，你说你希望我一起救它们。你教我找气势空位，开壳，K膜喷水。神奇的是，一喷完水，那白色的膜上就出现了很多的血管。我们找了好久的嘴巴，好不容易才找到。等膜上的血丝被充分的吸收之后，撕开薄膜，就看到了蛋里面的情形。我们把那只丑丑的、小小的、虚弱的小鸭子放入孵化箱之后，奇迹就发生了。第3天，它的羽毛蓬松柔软，有着一双乌黑发亮的大眼睛。它只要看见我，就会走到我的手边。爸，那是我第一次领略到拯救生命的意义。我一直以为是我选择了医学，但其实是你引导我选择了医学，而引导我走上这条路的你，却选择放弃这条路。我记得小时候你跟我说过，你说生命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为什么你却不珍惜自己的？你这个骗子！你这个说话不算数的骗子！如果是劝我回海城的，就不必说了。证人，
我知道，这些年你受了不少委屈，这些都不是能用1、2句话就能让你释然的。我也知道，你知道真相以后，没有敞开心怀，反而倒是更失落了。可这就是人生啊！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你爸爸教你救的那只小鸭子吗？对你而言，你只是对生命进行了一次领悟，但对那只小鸭子来说，你就是神。神给了它生命。你给我手术，可能也许只是为了敲开海城这座大门，但对我而言，我遇到了神，神让我继续活着。我现在也没什么资格说这些，毕竟我也离开了海城，不再是院长，甚至连个医生都不是。可你不同，郑人，你和我，和潘老都不一样，你还很年轻啊。你离开海城没关系，但是你要继续从医。你父亲引导你爱上了医学，但医学并不会眷顾所有爱他的人，但是他眷顾了你，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这一点，你心里很清楚啊。这条路很漫长，也很艰辛，时刻充满着各种纠纷，还要面对死亡。你父亲没坚持住，我也没坚持住。我们的结局，你都看到了。不要像我们这样。郑人，不要成为一个失败者。哎呦，你可算回来了，我等的花儿都谢了。哎，放心，我不是劝你回去的，我找你纯属有事儿请教。请教。治病救人，永远第一。上来吧。嚯，陈世强体检进行到底啊！请教什么？这个患者自称得了肝癌晚期，但根据我的判断不像。我让他拍了新的片子，你帮我长长眼。
你的结论是什么？肝包生病。蛇蚁，还有下面的纱布蚁，是对肝包囊破裂起伏症具有确诊意义的蛇样症和防杀症，确实是肝包成病，扩散的很厉害，通知患者尽快手术吧。 如果我让你做这台手术，你有兴趣吗？我已经辞职了，而且门腔心室的范围太广，已经无法通过单纯的介入手术治疗。我问你的是，要不要做这台手术？不要。如果我告诉你，患者的名字叫黄阿国。 外号大黄牙，他的母亲叫李爱芳，你做不做？我的老师曾经告诉我一句话：抉择。 是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儿，但只有当我们面临抉择的时候，才能真正的发现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片子我放这儿了，你自己考虑吧。 我来。你还能来得再慢点吗？主角都是最后登场的。哇，你居然会说冷笑话了！他居然都会说冷笑话了。该患者具有手术根治病灶的机会，但是难度和风险都很大，建议采用体外肝切除和自体鱼肝再植术。谢谢。 手术共分3个阶段：载体手术、体外肝脏切除、下腔静脉重建和自体肝移植。这其中，载体手术最简单，下腔静脉重建和体外肝移植难度较大。所以手术顺序是：泌尿外科、血管外科，在胸外介入，最后自体肝移植。自体鱼肝再植术难度很大，你会吗？我只做过1次。手术全程录像，术后鱼形监控，准备手术。 收到，收到，收到。器官粘连严重，从解剖第一肝门线路输入肝脏的血管到全肝阻流血断都十分困难。是啊，受侵害的第一肝门、第二肝门是重要血管纵横交错的机要部位，稍有不慎啊，会致命性大出血。患者需要自体肝移植，证人这方面不太熟，需要您就台。没有树眼啊！这第二肝门在什么位置啊？
局部解剖结构混乱得一塌糊涂，什么也看不清楚。牵引线。哎，好了，有树眼了。苏医生真的是太厉害了，不论郑医生需要什么，总能提前一步把手术视野暴露出来。不论是止血钳还是牵引线，配合的太默契了吧？拉得不错，往这儿坐吧，慢吞吞。肝脏切除完毕。关注器官保存液。45分12秒。赵主任，您负责病变部分的切除，我来修复乙肝血管，重建下腔静脉。好的。对普通人来说，都受不了切掉这么大体积的肝脏组织，更何况是这个患者，创伤打击太巨大了。所以说，做这台手术有啥意义啊？当然有意义，而且对于我们术者来说，每一台手术都有它的意义。每一台手术都是在积累成功率。病变部分切除完毕，下腔静脉重建完毕。接下来手术还要很久，还能坚持吗？我可以。我没有问题。我也没问题。可以。好，准备自体鱼肝再植。血压53、30，心率120了，生命体征很不稳定。少部，不好意思啊，稳住，输血。谁啊？输血科6号手术室，患者黄阿果需要4个单位红细胞血液。心率太快了，还没有降下来。郑医生，快找出血钳。出血点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会找不到？郑然，你们得快点，我坚持不了多久。郑医生，郑医生，主人，主人快啊！出血点在这里，稳住。
一体干移植就好比给停驶状态下的车更换发动机，四体干移植就好比给行驶状态下的车更换发动机。在这同时，一定要确保车还能平稳驾驶。这其中最关键的点是什么？经验。对，经验。稍稳住了。出血止住了。林峰越牛，郑哥更牛。准备止血粉，止血纱布，止血纱布，冲洗，冲洗。我来吧。你去休息吧，我来。腹腔中洗。止血纱布。请进。郑大夫，忙着呢。有事啊？没啥事儿。我就想问一下，你看我在医院里面住了这么长时间了，我啥时候能回去啊？根据复查结果，还得再观察1周左右。1周？怎么了？没事没事，您忙着，您忙着。我下午来送药的时候没看见人，也没在意。这晚上过来吧，还没看见人。一看他柜子都空了，再去调监控才发现，他趁中午人多的时候偷偷离开了医院。郑主任，他还欠住院费呢。嗨，这回肯定又得扣工资了呀！真是的，怎么能这样？他差多少钱？从我这扣。我可算是知道了啊，堂堂一个介乳科大主任，怎么能穷成这样？还欠着我500块不还。感情这么多年，你除了还助学贷款，还一直给患者垫钱呀？
别的患者就算了，给他点，你的抱怨啊？那你听过后半句吗？你想说你是一直抱怨？小时候只知道以德报怨，长大了才知道还有后半句，一直抱怨。选择从医，希波克拉底誓言就是我们的旨，我已经准备好了。你呢？我早就准备好了。你想说什么呀？你的手。苏院长，苏云的手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拿不了手术刀？2年前，苏云在北大是心外第一刀吴凤仪教授的得意门生。后来有一次遇到一位晚期扩张性心肌病的患者，对方想做心脏移植，但是又没有合适的供体。研究后决定做左心室减容手术。巴蒂斯塔手术？对，整整11个小时。一开始吴教授做的手术，后来教授体力不支，苏云接的手，切下来302颗心肌。手术成功了，但患者没度过危险期。巴蒂斯塔手术的死亡率确实高达20%。你理解，但患者家属不理解。找他们问责，沮丧中，旁边的消防栓玻璃被打破了。教授摔倒的时候，右手按在了地面的玻璃上。不是苏云的手？不是，是教授的手术上。再也做不了手术了。从那以后，苏云也做不了手术。也就是说，苏云的手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对，心理上。您好，海城急救中心。求求你们快来！您好，请问您在什么地方？韩宁他第232号，你们快来！林七爽，什么情况？家里电器老化起火，弟弟被困在火里，哥哥跑回去救他，被严重烧伤，然后2个人在2楼往下跳的时候没跳好，弟弟后腰砸在了铁架上。先下个救瓶。好。通知烧伤科切开气管，再通知外科系统全员会诊。快去！是。患者丁大山、丁大海是一对兄弟，家中失火，哥哥丁大山全身大面积烧伤，体液丢失严重，现在静脉通道无法建立，也输不进去。静脉通道问题可以用介入解决，可是身上大面积烧伤，没有自体移植皮肤的地方。让亲属捐赠呢？他父母都已经去世了，家里已经没有什么亲人，哥哥刚刚结婚，老婆马上就要生孩子了。如果亲属不能捐，后续植皮的费用会很贵，而且恢复的过程会很复杂，就怕感染导致多重并发症。弟弟丁大海其他地方没有事儿，但是片子显示双肾都受伤了。双肾？双肾。王主任，你怎么看？从片子上看，双肾破损严重，究竟到什么程度，还得打开来看。那就直接开台，一起上，切大口，打开再看。苏远，你马上跟患者家属打声招呼，我们准备手术。好的。患者左肾已经切除，我看右肾也够呛。现在尿量多少？没有尿，尿道里也没有存液。林院，尽力了，实在是分不起来了。
要是现在立刻做换肾手术的话，还来得及。这一时半会儿上哪去找肾源？即便是有，也有个时间匹配的问题，根本来不及。王主任，这个孩子才26岁，很年轻，再想想办法。我这边已经结束了，就等着肾移植了。你们这边情况怎么样？又肾也保不住。林副院刚刚联系过肾移植，金额已经超过6位数了。他们家刚刚收获，孩子要出生，贼快。他们是双胞胎，对，他们是同卵双胞胎。你好，来，我们研究出了新的方案，您听一下。大致就是哥哥给弟弟提供一个肾，保住他的命；弟弟给哥哥植皮，双胞胎兄弟互相提供皮瓣跟肾脏，只要没有排斥，没手术期治疗的难度会降低，费用也会降低。这样的话，2个人都能活吗？但不是所有的双胞胎都能完美配型，术前配型至少需要1天的时间。可我们已经没有这个时间了。那如果配不上呢？弟弟会死亡。那我老公呢？他会少一个肾，但不影响正常生活。可是他的免疫力会有所降低。喂，田阿姨，我稍后再回给您，可以吗？烧什么后啊？我这都10万火急焦头烂额了，你把我房子烧了，楼下也烧了，这笔钱你说什么也得赔。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有用吗？啊，你倒是快点，这会儿楼下邻居都堵我这儿来了。我跟你说啊，这就是你们的责任，不注意用电，那电瓶车就不能在房间里充电，不知道吗？先别管这些了，别让这些电话影响你的情绪。你考虑的怎么样？我公公和婆婆走得早，我老公和小叔子相依为命长大，能不能让他们2个都活着，我们这个家才能在。我求求你们，再想想别的办法，让他俩都能活着走出来，好不好？林副院，密外那边还有没有保住弟弟肾的办法？我可以帮忙一起手术。让我试试。我试着去留住患者的右肾，这样哥哥不用捐肾，术后植皮能恢复得更好，弟弟也不用移植。你是？他叫林渊，哈佛毕业，曼欧实习，擅长普外、泌尿外科等常见病的诊治和手术。交给我，我会保住他们兄弟2个。
我来。你费了半天劲，就为了挖这么个人啊？怎么样？怎么样？看过才知道。院长，可不可以出去一下？我想和你谈一谈。就在这儿谈吧。你为什么这么做？林医生说他能保住患者的右肾。我想问的是，你为什么要挖他来海城？要想让海城成为中国的曼欧，就必须学习曼欧的先进理念。林医生与我理念相合，愿意支持我完成梦想，更愿意回来报效祖国。有这样出色又重情义的医生女儿，傅言，你应该感到很骄傲。不是吗？他的动作有点慢，但很稳。这是我见过最稳的一双手。那我以后还能做手术吗？不能，不允许，坚决不允许你再碰手术刀了。我就要碰手术刀，我就要做手术，我就要当一个医生。爸爸，我就要做手术。姐。姐。姐。完成。保留了2/3的右肾以及肾上腺。后期只要血清肌酐值不超过600，连透析都不用做，吃药就能维持。恭喜，傅言，你的女儿很出色。今天有手术要做吗？手术暂时没有，就是消化内科那边有个病例，想请您帮忙看看。患者什么问题？我媳妇腹泻，差不多5年了。患者主诉腹泻5年，每天腹泻5到6次，伴有进行性消瘦。5年前，你让家属过来吧。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大便不成形。1天要便2到3次，1年之后就变成4到5次了。去过消化内科吗？去过，他们说怀疑是寄生虫，但是几百种、几千种寄生虫都检查一遍了，那我们农民哪有那个钱？请进。你就是林专家？我是。这么年轻，要不你10年之后再来找我看。说一下你丈夫第1次发病之前的情况吧。我老公5年前开始胃口变得不太好，然后也会有些肚子疼。吃过什么特殊食物吗？特殊？没有，
米跟菜都是自己家种的，猪和鸡也是自己家养的。我家有8口人，全家人都没事，就我媳妇儿倒霉。时间太久了，我确实不记得他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可从那之后，他就变了。穿纸尿裤了？他其实是个很喜欢旅游、喜欢潜水的人。潜水？我们每年都会去泰国、马尔代夫这些地方去潜水去玩。每年都旅游？去过哪些地方吗？哪儿都没去，也没那功夫。就这次，都是我带我媳妇儿第一回进城。腹泻严重之前，做过什么事儿吗？他爱打麻将，这算不算？他脾气也不好，一输了就推牌。有一次推牌的时候劲儿使大了，没忍住，噗呲！哎，停，不用说了。是有什么问题吗？稍等我一下。消化内科吗？请问那位腹泻患者的内镜做完了吗？我想看一下活检组织里面能不能找到寄生虫，我怀疑是旅游者腹泻。旅游者腹泻是什么？你丈夫的病呢，大概率是蓝氏甲地鞭毛虫感染。这种寄生虫寄生在人体的小肠、胆囊，主要在12指肠，可引起腹痛、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导致甲地虫病。近10年来，由于旅游业的发展，在旅游者中发病率较高，所以又叫旅游者腹泻。肠检胶囊检查，那是什么？胶囊里面有一根线，把这个胶囊呢从你的嘴里吞下去，然后线的另一端呢留在你的嘴外。等上3、4个小时以后，胶囊里面的尼龙绳会到达你的12指肠，然后我会把这根线呢从你的嘴里抽出来，刮取上面的东西进行检查。是不是太麻烦了？这样就不用做胃镜了，而且便宜。那就选这个。太麻烦了，我在曼欧从来没有听说过类似的方式。你跟那边说用镜头取点活检组织，然后用蓝氏甲地鞭毛虫快速诊断试剂盒。胃镜做完了再做一次就好了，有什么好犹豫的？可是做胃镜很难受的。比一直穿纸尿裤还难受吗？这种病一般一个人有，一家子就都得了。但我没有事情啊。很多药物对甲地虫有作用，比如你吃的利特林，如果确诊的话，口服甲硝唑有效率可以达到98%以上。您的意思是说，困扰我老公这么久的这个病，吃个甲硝唑就行了？对不起，医生，我不是质疑你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好，我知道了，谢谢。结果出来了，蓝氏甲地鞭毛虫感染，我给你开甲硝唑。这么长时间，我看了这么多家医院，你5分钟就检验出来了。抱歉，我再也不说你年轻了。重新跟你自我介绍，我是海事天天看的记者。如果甲硝唑真的有效的话，我给你做报道。云哥不好了，患者状态很差，做不了这个检查。做个肠检胶囊都能出事儿啊！医生，你给看看是啥情况？我先查个体，小周收枕头，把腿蜷起来，慢点，慢点啊！衣服给他解开，露出腹部。这够吗？手打开，疼了说啊。这儿呢？这不行，大夫疼。这儿疼啊？我看看手，手上有皮疹，双脚肿胀，我怀疑是13性粒细胞肠炎，先做个肠镜吧。不遭那罪了，真的，以前去过所有的医院啊，肠镜、胃镜一样没查过，该花的钱我们都花了。我是听说你们这儿不强求人家做检查，我才敢来的。我们不遭那罪了，真的，不做。我。他平时喜欢吃什么呀？猪肉炖粉条。会不会是绦虫？不会，绦虫很少引发腹泻的。不是大夫，你就帮我们看看，就说能不能看出来，检查出什么毛病。要真的看不出来，或者是怎么样，我就带我媳妇儿回家，该吃点啥吃点啥。真的，就自从得这个病，我跟我媳妇儿已经好几年没在一块儿喝酒吃田螺了。你们喜欢吃田螺？还真喜欢。他就着酒一晚上自己能吃一盆。那还是寄生虫啊？很有可能是旋毛虫。但现在最关键的问题不是这个，而是2个月为什么不好起床？不是拉肚子导致的电解质紊乱吗？看状态不像，先不做肠镜了。我怀疑是13性粒细胞增高并发的劳弗勒心内膜炎，去拿超声机过来。是。来，凑过来，帮个忙。头慢点。哎，大夫，这花多少钱？别人做要钱，我做不要钱。为啥？我的人工不值钱。
有点凉啊。左心室心尖部可见以实质性相会正附着，形态不规则，可疑血栓，考虑laufer类型内膜炎。左心室收缩功能降低，2尖瓣、3尖瓣中度反流。这儿，给患者擦擦。哦，查出来了吗？不是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并发的肉芽肿，是左心室血栓诱发的左心功能衰竭。最近一次吃饭喝水什么时候？刚才。左心功能衰竭，要用抗凝药物消融血栓吗？不行，5年腹泻拖的时间太久了，开刀取栓是最优项的治疗方法，但是费用多少钱？15万。多少钱？15万。放心，按照新兴农村合作医保政策和惠民保报销之后，差不多5万。5万。就是个腹泻5万，这大城市钱也太不值钱了，往哪儿找啊？咋整？阿强，5万，5万的话，这都不好凑。咱不治了啊，不治了，回家给我做猪肉炖粉条去，我饿了。啊？啊？哎，快一点儿，快点儿！阿珍啊，想吃啥？哎呀，猪肉炖粉条嘛。走。慢点，慢点。没事儿，咱回家。来，1、2，走。哎，回家。回家啊！啊。做盐煎肉。好。片切的薄薄的，就用你的蒜苗。啊。明明。其实，半个月之后那才好吃。咱今天就做。咱弄点黄酒。啊。咱家黄酒是不是没了？哦。你怎么不告诉我存点儿？我一直生病，没咋顾家，全给忘了。咋不走了？嗨，咱跟隔壁村的3大爷再借点酒，来年再还。来年。啊。哎呀，你咋？哎呀，干嘛？哎呀，你干啥呀你？你干啥呀？对不起。哎呀，我没事儿，我没本事啊。哎呀，你看看，我没事儿，我没事儿。你起来，你干嘛呀你？没本事，你干嘛呀你？没事儿，我没事儿。我想吃你的，可是我没本事。这没事儿，咱没事儿啊，先给咱自己孩子留着，干嘛呀你？阿珍，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需要我帮忙吗？承认。
真的很讨厌。你来了以后，我每天过得都很混乱，莫名其妙的着急，莫名其妙的愤怒，还莫名其妙的婆婆妈妈。你的存在好像一直在提醒我，祖云，你不行，不但医术不行，医德也不行。很不甘心是吧？因为你内心很清楚，你自己本该是我这样。跟我走，请我来解决他的病，我一定能给你治好，相信我。来，谢谢你啊！你救他！钱的问题解决了，有赞助。谢谢大夫，好好休息。谢谢谢谢，安心治疗啊！谢谢谢谢。这么顺利啊？本医生出马，没有不顺利。进。怎么不去观摩室啊？有什么好观摩的？我又不是消化内科的。再说了，我就算是，我也做不了手术啊。我听说你的手心理上的，看过心理医生吗？看过，怎么说？没有。其实我挺羡慕你的，虽然大黄牙把你爸害得很惨，但他起码还活着，你还有机会给他做手术。要是我那边活着就好了。不管什么病，什么样的手术，只要让我试一次，也许我的手还能恢复。我偶尔忍不住会这么想。大范棘手臂了解过吗？了解过，没用，开刀还是刀。嘿，真没事儿，什么烦躁啊、沮丧啊这些不好的情绪，2年前早都完事儿了。好歹看诊的时候也没有丢。我现在就是一条急诊科的咸鱼，随遇而安吧。咸鱼是不会背着患者跑的。所以你不是咸鱼。
你好，这里是120急救中心，需要什么帮助？我们是海城钢铁厂，有工友从楼梯上掉下来，受了重伤，还有好多工友在呕吐，这后面好几个了，需要大量的救护车，大量的救护车。其实我的爱好跟你很相似，我也喜欢看电影、旅游。你好，您的牛排。谢谢啊。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知道了，不好意思啊，我有急事，下次再约。集体中毒，大概有多少患者？具体数字不详，保守估计20-30人。云哥，这还是我第一次遇见群体事件，别说我还有点小紧张。知道急诊的意义是什么吗？和死神抢人。有名工人从货车上坠落，10分钟之内救护车做到。召集各科主任过来这里现场办公，把能找的护工全部找来，5分钟后回来集合。好。意外是这个世界上人类最不可抵抗的东西，但是起码人类有急诊科。院长，副院。怎么只来了一辆车呀？什么情况？他从4米高处落了下来，被钢筋贯穿了。通知急诊 B 超出现，送输血靠快。是。通知家属了吗？通知了，半个小时能到。让工厂负责人签字。病情危重，准备手术。知道了。站这李帅，跟我来。准备大量美兰。我们需要建立基本通道，250毫克10%的葡萄糖，外加140毫克美兰，全速进点，同时用高锰3钾洗胃。主任，来。美兰在急诊科有常规用药存货，这么用下去肯定不够，那怎么办？陈哥，美兰。通知院长，需要大量的美兰，实在不行去别的医院调，快去。收到。什么情况？拍呀！红细胞什么时候能到？还有20分钟。打电话催。好。第2手术室急需红细胞。符文钢筋。是。我去，郑医生，病人这边状况不好了，来看一下。什么情况？血氧50、20，心率40，血氧饱和度查不到。073需要美兰，快！静脉通道无法接理。郑医生，静脉通道无法接理，这个也是，静脉动脉都不行。这人怎么办？放松，放松，往这边吐。
申请本生死包，准备上动。是。林渊、苏玉，你们过来一下。我现在有个新的想法，你想要进入单，可以试试。林渊，帮我一下。好。曲屏卧，头地足高位，脚抬高20度，体提高静脉压，使静脉充盈。这是为了保证静脉内的气压为大气压，这样穿刺时就不会发生空气栓塞的危险。用软体的。好。大家看好了，把其他患者摆成这个体位，脚高头低，快！倒下。穿刺点在锁骨下中3等区。对，锁骨下，也就是锁骨中线的外侧，远离锁骨下任意区域，仔细观察。老师，除去白体位时间一共45秒。这点地，佩美来。好。大家在输液的时候开最大量，输液完毕后继续给糖水洗胃。能做到吗？应该没有。可以。那就用这种办法，抓紧时间。好。这2个去帮忙配药。药来了。来了。就算你这么说，我也不甘心。我一个人在外面10年了。我这是为了证明我自己，我可以成为最好的外科医生。但你缺少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郑医生，你，这不就是你来海城的目的吗？林渊，海医大普外科毕业后考入哈佛医学院，读博期间因为成绩优秀，被邀请进入曼欧实习，拥有丰富的肝移植、肾移植手术经验。我接下来要做连体婴分离术，需要一个和我同时分离肝脏的主刀。这台手术非常困难，但我觉得你能胜任，所以。要不要加入我的团队？你可以再考虑考虑。我愿意。我要参加连体婴分离术，我还要参加以后很多的手术，我要证明。我可以当最好的外科医生。就像土壤抓着根的期盼，投下白色光环，它也说平凡，在彼此的眼神间。郑医生，有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坏消息。苏云呢，把你所有布置的任务都完成了。这是坏消息。当然啊，他趁你走的这会儿功夫呢，把所有中毒患者都处理好了，一个也没给你留。
那好消息呢？他晕过去了。谢小姐，您看我这活都已经干完了，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回家了？抢救呢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还有后续的治疗啊，你得留下来照顾。我得回去照顾我老娘了。你放心，我早就拜托你的邻居替你看着了。哎，那咋能行了呢？我也是个病人呢，我的身体还没有恢复。那不正好吗？万一要是你有什么意外，及时抢救。走吧，走吧。云哥刚晕倒了，刚给他劲推了20毫升高糖。穿破艰难。我想做手术。当时，会的，一定会有机会。快醒醒！我知道你困，我也困，但事情就这么残酷，又来了一波患者。什么？先穿左边，再穿右边。你自己穿。我说又来了一波患者，而且人数翻了1倍。这次不是亚硝酸盐中毒，10分钟以后就到。坚持一下啊！能听到吗？周礼涛，院长，什么情况？这些都是中毒工人的家属，陆陆续续出现了呕吐现象。第一位是一位老太太，呕吐的很严重，而且工厂那边来电话说呕吐的家属越来越多。艾云呢？跟申哥正在看片。哎，是，慢点。现在什么情况，村长？跟亚硝酸盐有关系吗？那些呕吐患者皮肤没有蓝灰色的反应，而且他们都住在家属楼，大部分自己做饭，所以吃的食物跟工人们也不一样。检查结果呢？从血液检查到呼吸道检查，再到消化道检查，没有任何异常。别的医院怎么说？其他医院也在寻找病因。听说这件事情已经惊动到上面了。会不会是什么新型病毒大爆发了？那我们在场的所有人不都有危险了？所以花姐，要不要考虑全面紧急动员，成立重大疫情指挥中心？老太太胸片出来了，不是呼吸道，也不是肠胃道，会不会是细菌病毒感染呢？不会，片子没问题。看那老太太吐的，已经都快虚脱了。刚接到通知，大概又有100多名工人家属出现类似情况。接触的医护人员怎么样？
暂时没什么异常，我先去了啊。没事吧？喂，潘老，我们已经在做准备了。好，知道。市领导已经请了指导组的专家们赶来，然后几家医院一起研究到底出于什么病因。指导组的领导让我们医院去现场取些样本回来，方便检验。安云，把所有呕吐患者转移到急诊大厅，封闭管理。好，在没有找到病因之前，我们尽量控制住局面，等指导组的专家们赶来。急诊科的人要辛苦点了，24小时值守，所有人不得随意出入。是。苏叶，你跟常燕去到患者家里，去看一下他们的食物，也许会有新的发现。那急诊科这边交给你了，快去开会。玉儿，走。喂，阿离，我听潘老说具体时间又延重了。正在查找原因呢，别忘了5天后回来复诊啊。我记得了，那么5天后见。5天后见。哎呀，哎呀，哎，别动！苏院长，你现在千万别动，准备拼车送抢救室。抢救？送抢救室干什么？我怀疑你突发心梗。管了好点了吗？怎么样？有何发现？带回了一些食材，让常燕送到疾控中心去检验了。我听说指导组的人都提前到了，他们讨论怎么样？我没去听。不愧是你，我这边没有别的发现，接下来怎么办？那么，我们只能用最后一招了。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我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海城医院的副院长林格。现在看来，我们大家的意见基本上是统一了。如果不是食材出现了问题，那极有可能出现了大规模传染性疫病。诸位，我们凡事都要往最坏处打算，为了避免发生大规模疫情的可能，我们海城医院将率领全体医护人员就在本院的急诊大厅进行相应的隔离诊治。在这期间，我们可以通过网络传输，每天及时的把患者的症状向大家进行通报，具体的药物还有更新的诊断方式，我们可以通过视频会议进行交流。在排除了大规模传染性疫病的前提下，我作为本院的副院长，会在前线亲自主持工作，把好关，避免不可控的事件发生。我想问一下，万一是不知名的传染病，怎么办？防护装备我们已经准备完毕。到目前为止，本院已经接收了52名呕吐患者。海城医院作为本次疫情的隔离区，我们会力争就将疫情锁死在本院。请上级领导批准。还有没有不舒服？口罩一定要戴好，把口罩戴好。
证人，你不该出来，回去养病吧。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呀？我志愿献身医学，尊师守纪，恪守医德。我将竭尽全力消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潜修医术，永不停歇，治病救人，永远第一。16年前的海城，没能妥善处理好群体事件，但这一次不一样。请您亲自见证这一点。这份没问题。怎么样，同志们，有什么新发现吗？什么问题都没有，带有恶心呕吐，我认为很可能是癔症。癔症？你们讨论一整天，就这结果？不然呢？你有什么高见？反正不可能是癔症。为什么不可能？癔症是由精神因素、生活事件、内心冲突、暗示或自我暗示作用于疫病个体引起的精神障碍。哼，学霸就是学霸，知识点背的可真溜。但注意，那是一个人，2、3个人同时发作都没有，更别说上百人一起发作了。当然有。群体性癔症。什么？1518年夏天爆发于斯特拉斯堡，突然开始的一场跳舞瘟疫，你有印象吗？没有。一个妇女在大街上开始跳舞，连续跳了4天以后，参与跳舞的人高达了34个人。1个月之内，整个城市已经有400多人开始在欢乐摇摆，整个城市被堵得水泄不通。你们听起来太假了。一点都不假。群体性癔症多发于学校、工厂这些纪律严明、环境压力大的地方。《阿甘正传》看过吗？看过。有很多人跟着阿甘一起跑步，你不觉得奇怪吗？但人家那是文艺表达。我不这么认为。某些时候，强大的心理暗示和某些因素的影响，会出现一些诡异的情况。比如说，一部动画片。你也看动画片？动画片？1997年12月16日18点30分，大量观众正在收看当时的热播动画片。那部动画片的第38集《电脑战士3D 龙》。他不但记得叫什么名字和第几集，还居然知道几月几号7点几分播的是什么。大约在18点50分的时候，屏幕上出现了大量高亮、闪烁的特效画面，随后便陆续有孩子出现症状，从呼吸急促、恶心到痉挛，到出现幻觉等。半个小时之内，就有超过600名青少年被送往医院救治。当时这些孩子被诊断为光敏感性癫痫症，病因就是动画中的光影效果。没错，这是一种叫做 Puck 的动画制作手法。简单来说，就是让不同颜色的光线重复交替出现，制造情节紧张感，像这样。虽然还是无法解释第一批孩子是如何被影响的，毕竟大家都是在家独自观影。但是目前的研究人倾向于认为，这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体性癔症。哇，听你们在这高谈阔论的，我感觉我7年医科都白念了。月姐，你能听懂吗？不是，所以你认为这次病人家属们的恶心呕吐不是什么不知名的细菌感染，而就是一种群体性癔症？对，等会儿见到指导组你也这么说。那是指导组哎，是全国最顶尖的专家们。那又如何？都是医生，都是为了看病。我认为是群体性癔症，不服来辩。
等等，我突然想到一个证据。什么证据？别管了，你先进去。团队，跟我走。目前呢，已经排除食物中毒，那么只剩下传染性疫病。截止到目前，仍然没有查出什么病毒。不是病毒。群体性癔症。你是？哦，他的证人是我们海城介入科的主任。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勇气可嘉。好汉，那你说说，为什么是群体性癔症？我认为是群体性癔症，是因为有过类似案例的，发生在1997年12月16日18点30分。快点找！这儿没有。我确定，我还在这玩过呢。我在这儿，去里边找。群体性癔症是一个迄今为止没有合理解释的疾病。研究该现象的人，医生、人文学家、社会学家都没能明确地表现群体性癔症具有传染性的可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群体性癔症都是患者幻想出来的，更不是装病，也不意味着这群体性癔症不存在。是啊，根据现代神经影像技术，癔症患者的大脑的确存在着异常活动，这与那些故意装病的患者是不同的。在整个20世纪中，这种情况一般都发生在纪律严明的团队，病人们会出现恶心、头晕、头痛等运动性病症，跟这次工厂的亲属们情况非常的类似。我的话说完了。你的想法另辟蹊径呐，可惜医学是要讲究证据的。我们有证据，这是我们在居民楼勘查得到的食材化验结果。94户家庭，252种食材，完全重合的食材只有2种，水和盐。化验结果显示，这2种食材没有任何问题，也就是说，食物中毒的几率被排除到了最低。那这个也不能证明就是群体性癔症啊。群体性癔症的证据在这儿。喇叭。昨天上午，工人们中毒，被送到各大医院抢救。到了中午，钢厂领导知道是硝酸盐中毒以后，非常重视，立刻让宣传部给各家属进行科普宣传，用的就是这个。那这和群体性癔症有什么关系啊？诸位都是学医的，我们上学那会儿，学到哪儿就觉得哪儿自己疼的这种状况，我想在座的各位都经历过，但没有遇到大规模这种情形发生啊。要不是说您年轻了，这不是给您长见识来了吗？所有的结论都尝试过，但最后的结果虽然看上去不太可能，但也许就是真相。是不是群体性癔症？1个星期以后，自然就有答案了。到底怎么样？快说，别卖关子。103人隔离7天，没有再出现新的症状。新的验血结果也出来了，没有任何问题。根据防疫要求，我代表指导组
宣布全体出院。吴副院长，辛苦了。你也辛苦了，林博士。伍佰，堵截成功，庆祝一下啊！没时间，积压了很多手术。你这个人呀，一点生活情趣都没有。人家花姐都说了，人不只是活着，还要会生活。我们要会生活，患者就不能活着了。小郑、小苏，对，有时间吧，聊聊。前列腺介入，这还能介入呢？老年男性前列腺增生严重，确实生不如此。普通的软尿管下不去，需要用金属的尿才做。可前列腺没有供氧血管啊，没有大的供氧血管，毛细血管还是有的。尤其是严重的病人，毛细血管会变大变粗，确实可以考虑一下介入栓塞术。没错，根据加拿大去年召开的放射学会会议。SIR 2016的一项研究显示，用介入栓塞前列腺动脉，对前列腺增大症是有一定的效果，但作为一种全新的介入方式，目前还显得有些不足，效果也一般。所以下月中旬，北大邀请了一批业内较有知名度的介入科医生，共同探讨如何完善前列腺介入栓塞术。怎么样，二位有兴趣吗？我对前列腺没兴趣，你呢？我还要研究肝癌介入栓塞术，有很多新想法。你这个有意思啊！哎呀，你们这次新术式的研究，如果获得成功，不仅有利于学术研究，还能得到一笔专项研发资金呢。龚主任，我们这个新术式如果成功了，还有可能获诺贝尔奖呢，全球扬名，对吧，伍佰？还能救更多肝癌晚期的患者。你们真不参加？不，参加。他们参加。花姐，你还没好利索呢。好了，所以我已经回到工作岗位了。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给我去参加北大的研讨会，听见没有？这是院长的命令。孔主任，他们参加。你们是要和我们一起去出差？对啊，院长让我们今天晚上在宿舍集合，然后明天早上一起去北大。对，哎，我还听说了，院长说了，这次出差的这个补助是双倍的，是这么安排的吧？挺快啊，你们都到了。哎，勇哥，你也去啊？我不是为前列腺，我是为连体婴。北大那边好几家人工智能实验室给我发了一些模拟导航系统的材料，我过去实地考察一下。那就拜托你这位额外专家替我们好好把关了。很好。那我们今晚早点休息，明早6点出发。好。哎，我帮你拿啊。谢谢。哎，鲁道夫·瓦格纳，德国介入的带头人，他也来参加这次研讨会啊。Welcome to China。谢谢。Welcome。谢谢。我知道，
因为3院和北大不合嘛，想要抢在北大之前啊，提前攻克前列腺介入栓塞术，所以就请了鲁道夫教授。这2家打擂台还请外援，这不讲武德呀！不仅如此啊，心理医院也想分一杯羹，所以鲁道夫教授才答应了手术直播。看来彭家找到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哎，有一说一啊，这万盛的耗材确实好用，但是，你说他这么有名的大拿了，还愿意参加这种小手术，还肯直播，他图啥呀？看来这次不仅要跟国内的比，还要跟国外的比了。伍白，有信心吗？你错了，你不觉得是 PK 吗？是 PK， 但不是跟人，是跟病。医生从来是跟病竞争，不与同行竞争。被圣人的光辉震慑到的。云哥，不瞒你说，我每次听郑哥的话，我内心深处那个立志从医、无私奉献的小人就蠢蠢欲动，想复活呀！你还是别复活了啊！我要直接去北大。不先去住宿吗？时间还早，我想先去研讨会现场看看。我陪你去吧。我也直接去实验室了。贺哥、伊人，你们先去办入住，我们回头见。好，到时候给你们发定位。走。北大，国内顶级3甲医院，每个从医者心中的殿堂。骨科不及海医大，泌外不及北大，心外排不上前10，神外不及北大，整形外科不及。停！照你这么说的话，北大啥也不是了。走吧。区一个介入，搞这么大阵势啊！微创手术，大势所趋。我还是更喜欢开胸手术。也是啊，即将落幕的夕阳余晖，也是能吸引到部分信徒的。你长这么大没挨过打，真挺神奇的。云哥，还真是你，好久不见了。听说你也是来参加这次介入研讨会的。啊，怎么不做心外改介入了？这口饭不好吃啊？好不好吃，吃了才知道啊。你也是，但是云哥，您可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干嘛老跟我们这些白手起家的穷医生讲啊？哎，你们不知道吧？云哥的姑姑是大医院的院长，人家可是要继承家业的。什么医院啊？海城医院，没听说过呀，哪里的？是华北最大的私立医院。私立医院，我说呢。哎，那可能挣很多钱啊。小文，曼欧诊所也是私立医院出身。这位是？不必认识。苏云，走了。小文，去查查那大个什么来历，顺便再探探苏云的技术水平怎么样。我还没开始反击呢，你就让我走了？赢了 PK 就是最好的反击，就佩服你这贼能装的能力。少说废话，时间紧迫。你不是说有个学弟在这当住院总吗？这不来了吗？王林，云哥，好久不见啊！笑死我了你！你给我发信息说你要回北大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我以为你再也不回北大了。我跟我同事来参加个研讨会哦，介绍一下啊，证人方林。证人？就是你老跟我吐槽贼能装叉。走了。哎，干嘛？你不让我说呀？这，带我吃饭，你乱了。哎呀，话题没有了。什么呀？走，云哥。哎，真磕碜啊！说请吃饭就来员工食堂。哎，云哥，你别挑我了，我们这帮住院总能腾出时间给你吃顿饭，不错了。你这变样了吗？变样了，我跟你说，跟以前装修不一样了。那桌。王龙，哎，
见过见过。云哥，我比你小3届，打过篮球。来，坐。不是应该先看患者吗？来这干什么？吃饭，吃完饭再看患者，快坐。我跟你说啊，哥，北大最大的不一样，能点单了。今儿我们几个请客，什么贵点什么。有讲究吗？有。这个，来一份。大家来10盘。来这，还那个好特意。请问是汪医生吗？你好，我是吕阿姨介绍来的。啊，不是你怎么才到啊？等你半天了都。对不起。片子在吗？嗯。云哥，我先带他去住院处办个手续。你先忙，你跟我走吧。谢谢。我估计应该是癌症晚期，消化系统的。这么年轻，恶性肿瘤并发的太凶，应该没有治疗的机会了。哎，要不送去中医康复医院呢？搞个中医给调理调理。你说呢，云哥？也许吧。哎，还那个好吃啊？这个来一个，来。哎，云哥，听说你们那技术研讨会开得挺艰难的，有对家？不就是区3院吗？没那么简单嘛！我可是听说，他们把鲁道夫都给请来了，而且还有万盛国际在背后做资金支持。万盛，那可是新加坡跨国医疗公司，全球销量第5。现阶段，他们把目光锁定在了国内市场。然后呢？而且我还听说啊，他们对这个前列腺介入科研特别感兴趣，正好宣传他们的导丝导管。打开中国市场，所以他们把宝全压在鲁道夫身上。听见没，500，要加油啊！别光吃饺子，人请吃饭多吃点菜，吃点鸡蛋，吃。饺子什么馅儿的？尝一个。还有什么内幕吗？哦，好，他们这次试验型的前列腺介入手术，患者只有1个人，姓王。这么多医生就1个患者啊？这手术不成熟，没人报名。不过我们院肝癌患者倒是有很多，孔主任准备了20个肝癌患者。你们先给他们做肝癌栓塞介入示范手术，谁肝癌做得好，谁做前列腺。竞争挺激烈。那是，都怕一枪。你有那20名患者的资料吗？有。我就知道云哥要，我一早就准备出来。你小子啊，变聪明了。哎，那是云哥教的好。这些肝癌患者，我建议你们第一个先做秦丽人，他基础病少，身体状况好，手术能顺利点。那个百里，我担心手术到一半会猝死。百里的病情比较严重，示范手术什么时候开始？明天是科研会，后天休息，应该是下周1。我想去看看这几位患者，看看资料就得了。我要真带你去病房了，上头知道得骂死我。你就飞机这1、2天啊？百里的病情很严重，越早手术越好。谢谢。哎，住进去了，情况怎么样？10大癌晚期，办全身各脏器转移。来得太晚了，没有机会手术，连吃靶向药的机会都没有了。李主任看片子呢，我就偷跑了。你那个老乡，具体什么情况？哦，他是今年6月份减肥的时候，突然出现胸部疼痛，20天前吧，吃饭的时候剧烈疼痛，就去老家医院就诊，做了各种检查，说是肿瘤，就让来大城市看看。我看不像。啊？什么？不像是食管癌晚期，建议食管镜下做穿刺活检。你觉得什么病？消化道结核，传染期，全身播散，穿刺活检确定病因后，服用抗结核药物治疗。不是啊，那个我的老乡手里拿着的化验单，还有 PET CT 都表明了这是食道癌晚期啊。
你才质疑我同事的判断吗？没有。去做双侧活检，有把你有惊喜的。云哥，你认真的？癌症晚期呀，没必要扫这罪了吧？去试试。这样，我们要是猜错了，这顿饭我请了。行，我回去看看。不可能吧？消化道结核很罕见的。我觉着也是，这消化道结核，先不说发病人数，就连这原发还是继发的这个机理，在临床上都还存疑呢。不可能。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在浪费时间，应该马上去看患者。钟哥，你就饶了我吧，好不好？习惯就好，他都这样，我都已经为他琢磨好久了。哎，开免提。云哥，你要付钱了。哎，王总，什么情况？喂，云哥那个朋友真是神了，目测不是肿瘤，不是食道癌。李主任正让人做食道镜下的穿刺活检，具体结果明天出来。但李主任也说不像肿瘤，跟郑医生说的一样。好了，现在可以去看患者了吧？哎呀，我们郑神医啊，不抽烟不喝酒，连饭都不喜欢吃，就喜欢看患者。方林，想办法。行，那我去跟上头请示一下，你俩等我消息啊。哎，服务员，结个账。你们这一桌已经有人付过了。谁呀？是门口那位先生给你们付的。医药代表黄旭辉。方林，把钱给他。哎，苏医生，我不是来推销产品的，一码是一码，这是原则问题。多少钱？286。这医药代表堵门口买单，都是大老板级别的人物才有的待遇啊。300，不用找了。我不占人便宜啊。有可用于前列腺介入的特殊导丝吗？给我一份。有，我带了一些样品。谢谢。郑医生，苏医生，怎么样？我这应该说离的是真近呐，还是应该说条件真差呀？是离医院挺近的，而且条件也不差。你跟我来。怎么里面还比较冬天啊？快进来，快进来！这里呢是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的民宿，然后这里离医院啊特别近，这边还有个小院子。你看。从这里上来，进来的第一间房间，以后呢就是我和月姐住的地方，然后这边是一个客厅，以后呢我们就在这吃饭。哎，郑医生、苏医生，以后呢你们就住楼上了。好。哎，别怪他，他找到了新的玩具，急着享受呢。啊？谢谢啊。什么这么香？粥。哎呀，香水大米，狗鼻子，还真是啊。我从家带来的，就2袋。嚯，哎呀，那我得多喝2碗，喝1碗少1碗。500，快点尝尝500块钱大米。感受一下。太粗太硬，算了吧，来先吃饭。坐。
哦，对了，我找人打听了一下啊，这次的科研其实没什么进展。前列腺栓塞，由于前列腺没有供氧动脉，毛细血管的话，一是太多，没办法栓塞；二是太细，对于材料很严格；三呢，就是对于手术术者要求极高。我昨天去了一下实验室，他们也听说了这件事，几个大老板动了动心思，但都不看好。你那边忙完了吗？差不多，怎么了？今天跟我们一起去参加研讨会呗。说到这个，我昨天听说一个八卦。什么八卦？加拿大2016 SI2给68例存在下尿路症状的前列腺增生患者进行了这个手术，术后的结果不是很满意。而且这一次，万盛国际特地为鲁道夫开辟了新的生产线，专门研制更细的导丝和导管。专门的生产线啊！前列腺栓塞手术受众群本来就不大，而且新的导丝和导管价格很贵，一般人承受不了，根本不会回本。但是他们还是要这样做，为什么？估计啊是有特定的受众。也是，一般的前列腺增生啊，抠掉就是了，根本用不着介入，这麻烦。能用上的只有岁数太大，而且伴有凝血功能障碍或心脏疾病的人，一旦受到强烈刺激，出现心脏骤停，吃不了兜着走。但是呢，对于有钱的、岁数大的人来说，为了能让生活质量过得好一点，费用根本不是事儿。试试。是什么？我想试试这个。你想用长风对抗万盛啊？为什么不行？万盛国际全球第5，成功研制出心血管带膜支架。那还有其他的科技公司也相继研发出了新型号的心血管带膜支架，那万盛呢就成了鸡肋。那你应该也知道，万盛国际现在一直想进入国内市场，一旦让他们进入，首先吃掉的就是长风微创的市场份额。长风毕竟是国产公司，材料学迟迟得不到突破性的进展，尤其是介入，无论是肿瘤介入还是心脑血管介入，跨国公司的好材都比国产的好用，这点你承认吗？嗯。那你告诉我，还有什么理由选择长风啊？因为便宜。合着我刚才说了半天都白说了。推进这个手术的大佬们根本不差钱，但很多人很差钱。你刚才说前列腺介入栓塞术的难点有3个：1血管多，2材料差，3术者的水平。所以我在想，如果术者水平足够的话，是否可以弥补材料上的欠缺？但是手术时间会增加，医生和患者吃辐射的时间会增加，手术成功率会事在人为。对，先吃饭，先吃饭啊。花姐那边来电话了，让你先做秦丽人的手术。你做吧，他的身体很好，病症最轻，你搞得定。人家点名让你做，要不人就要撤资了。那百里怎么办？那只能是我来做了，反正不能便宜金耀武那小子。我的天，白大基础病这么多啊！而且肝脏居然还有这么多不到1公分的肝硬化结节式的小瘤体，很难判定良恶性啊。他的手术最难，的确很难，所以只能我来。哎，谢姐的，还算你改口快。那你打算怎么做呀？先做64排3维重建，再考虑下一步。那秦丽人那边，靠你了。这么漂亮的双元 CT， 卖妈吗？李主任说了啊，这些机器随便用。怎么样，云子？要不要来北大？我的梦想是开宠物医院的。啊。那郑哥呢？干嘛呀？当着我面把我姑抢点，你小子！郑哥这是在按照肿瘤的64排3维立体图形寻找供氧动脉。嗯。现在还有术者自己做片子，学吧，年轻人啊！哎，云哥，郑医生，你们这是刚从 CT 室练完出来？怎么，你也去练啊？
没办法，笨鸟先飞嘛。但是我运气比较好，虽然我的病人不像秦丽人那么容易，但是还是比百里要简单很多呢。你们呢？谁做百里的手术？难度高的手术当然是我来做了。哇，好厉害！是明早8点吧？好巧，我也是明天8点第一台。那这样，做完手术咱们一块吃午饭。哟，你要这么久啊？我可是做完第一台后吃早茶的。北方哪有早茶？这次手术一定要赢，而且要快。你行不行？你也看到了，百里体内的恶变肿瘤跟交接状态的肝硬化结节很难分辨。可恶，只给了1天的时间，为什么不早点给资料啊？非要拖到没法再拖。要不是这次示范手术免费，他们肯定还会再做下去。我说错了，还好有1天的时间，只要有我在，没有办不成的事儿。云哥，一会儿早茶见。傻呀，北方哪有早茶呀？哼。你看好谁？小金吧，毕竟是孔主任的得意弟子啊。哼，介入啊是新学派，我们这些老人有的时候还不如年轻人呢。患者裘薇薇，是，现在给你麻醉。患者你好。你谁呀你？啊，证人呢？我要他给我做手术，我做不行吗？小林子，徐麻。这个证人居然敢放我鸽子，我要砍死他！把证人叫过来。我啊，胆小，容易手抖，手抖倒四歪了可就不好了啊！哎，你手抖你干嘛？你别拉了！乖啊！哎呦，你这怎么回事啊？这个秦丽人不是小郑来做吗？秦夫人啊，签字授权给云哥了。啊？陈思，赵思，小金这手术做的还是很稳啊，不慌不忙，有的放矢。他呀，提前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啊，光64排3维重建就做了足足2个小时。小林子，加速啊！我一会儿还要去看百里那边手术呢。好嘞，不会拖你后腿的。哎，你去哪儿啊？我还在这儿呢，赶紧给我做手术。我怕扎着你啊！慢着点，慢着点啊！我能感受到。造影剂。造影剂。加快止血。栓死剂。手术完成。云哥，得加快速度了，45分钟了。云哥，哎，你是苏云，你不是海城出了名的问题医生吗？你怎么能给我做手术？冷静！你干什么？啊！救命啊！冷静！救命！冷静点！赶紧给我见个外人！别动！别动！我不干了！我不干了！啊！救命啊！糟了，云哥那边糟了。
哥！救命！糟了，云哥出血了！出血了！啊！别用血了，云哥，晕过去是好事儿。护士，快去打看护圈！操作失误吧。郑医生，隔壁手术室出事了。什么事？苏医生的患者不配合，挣扎时导刺戳破了血管。知道了。云哥真是倒霉啊！明明最简单的手术，遇上个最不配合的患者，自作自受。现在是幸灾乐祸的时候吗？如果不是他不自量力转介入，如果不是他和郑人暗箱操作调换主刀，如果他刚才对那个患者态度再好一点，能发生这种事吗？本来以为那件事以后他能够吸取教训，可结果呢？那件事你还有脸说呀？当初要不是你多嘴，王龙，行了，都少说两句。现在关键是谁去补救？谁？我。云哥，血压降得越来越快了。下来，我来。这跟你没关系。你搞不定。我说了，这儿跟你没关系。苏云，现在是意气用事的时候吗？是你的面子重要，还是患者的命重要？真的以为转介入就行了，手术刀都拿不了，导丝可比手术刀难。让开！接下去的交给我。孔女士让我接手。哎，你干什么啊？走。苏云怎么能违规操作呢？就是。我觉得郑人做这台手术也没什么问题。刚才郑人做的那台手术，大伙儿都看到了，是吧？是啊，8个肿瘤全部栓塞完了，而且造影显示全肝没有异常影像，所以应该让郑人去执行前列腺介入手术。草率了吧？就一台手术，孔主任，这可是本次示范手术里面最难的一台，而且才花了50分钟。是。好，如果他连这台手术都能补救，就让他上。走进去。止血了，这条肾动脉了。肿瘤供氧血管从肾动脉分支出来，那难度可就不一样了。而且你没给这个秦丽人做 CT 3维重建吧？哎呀，别说早饭了，连午饭都吃不上。要不他轮到我早就做完了。事故就是事故，不管是患者造成的，还是术者造成的，或者是术者的助手造成的。但说实话，我佩服你，你运气是真好。你看，每次都有人替你背锅。哎呀，行吧，
那就把这儿交给这个高大帅气的背锅侠。有这个时间，我应该可以做2、3台吧。压迫秩序。好。手术完成。怎么可能？成功了！啊，这有5分钟吗？哇，这回大伙儿彻底没有争议了吧？没有。佟主任，好，我同意，由证人执行前列腺介入栓塞术。要说一句，信不辱命吗？太棒了，大家辛苦了。小郑啊，经过我跟孔主任研究，大家一致同意通过由你来做一台前列腺介入栓塞手术。谢谢。好，那就让郑人来做，我在旁边看着他。好。哟，云哥，刚才爱半死不活的，现在又生龙活虎。哎，当年那事儿要是……你很好啊，也就比金二哥和方林加起来还强吧？哦。那么，前列腺介入栓塞术，就期待你们的表现，一定成功。哎呀，王远山的资料以前不是给过我们吗？这是我找病人家属要的最新的。他前段时间不是又去3院做了一次检查吗？还有一些前列腺造影影像资料。很少有人做前列腺造影了，这资料太宝贵了。膀胱肿瘤造影、肾脏肿瘤造影，还有这么多啊！这些啊都是那些教授私藏的，我拜托我的朋友厚着脸皮一位一位求来的。陈医生，希望能帮到你。这些太有用了，给我看怎么样？你就不需要了吧？为什么呀？正如你说的，你总是在关键时刻掉链子，而且实验手术的人选已经定了我，给你浪费。喂，哎，陈医生，喂，我帮你。小鱼人，玉儿，给我看看。郑医生，还有这些。哎，郑医生，我这还有俩资料。老贺，你也行啊，你们真行啊！火儿姐，我好烦啊！云哥，怎么是你啊？院长在做复查，没带手机进去。复查？他心脏又不舒服了？有点不舒服，心外的主任正在看。你找院长什么事啊？我等会儿帮你转达。花儿姐，等着看吧，我要让我的心外成为世界第一。把你的花衣服重新穿起来，等着我们胜利归来。必须的。没事儿，让他好好养病，告诉他我一定会胜利归来的。你听好了，我不会再掉链子了，我会继续练习，一直练习，直到追上你。这一次前列腺介入栓塞术，我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不是，你就猜准了我一定会来啊？不来就不是你了。那你知道你刚才多不给我面子吗？底下那么多人，小艺人也在，老贺也在，程远也在，他们都别演了，赶紧吧。
的。解决不了，想不到办法呀！你看这些教授们的研究啊，全都卡在这儿了。想要更好的效果，就要把分支血管全部捅开，演化成毛细血管网，然后给前列腺供血。这个理论是没错的呀，可是怎么通啊？导丝下不去啊！你看什么呢？你说鱼群游泳时为什么不会追尾啊？因为他们的视网膜里面有视锥细胞，视力好，还有就是他们身上有震动和压力感受器，水压的任何细微变化，他们都能感受得到，从而做出相应的反应，避开或者扑上去。但是他们偶尔也会撞车，没那么绝对。你说什么？但是他们偶尔也会撞车，撞车你没见过呀？就好多小鱼在那游啊游，游啊游，突然来了一只大鲨鱼啊，嗷一口。我跟布老师学介入的第一堂课，他就说，不同的导丝应对不同的病症，没有完美的导丝，只有完美的手法。老布技术马马虎虎，但是讲课是真不错。后来同学们就问他，什么是完美的手法？他回答，庖丁解牛。那不就是掌握规律，熟能生巧吗？不，他的点是，以无后入有间。鲁道夫就是这么做的。血管下不去，那就造更细的导丝，就能进入更细的动脉分支。他就是在根据不同的病症来选择导丝。那跟你看鱼有什么关系？你第一次摸导丝，什么感觉？没什么感觉，霹雳尾刀差远了。认真点儿。好，我认真点儿。我觉得啊，导丝像箭，十步栓一流，千里不留行。事了拔管去，深藏功与名。难道你不这么觉得吗？你的 DNA 又开始躁动了。救一手！怎么又是你啊？心灵源前列腺剥了，万圣新导丝成功，鲁道夫成了。你看手机。怎么可能啊？我们偷满了。